富二代带着40亿物资竟穿越到平行世界，在那饥荒交恶的60年代，原主和他同名同姓，也叫曾阿牛。今天中午因为肚子饿上山掏鸟蛋，不小心摔了下来，结果摔到了后脑袋，一命呜呼。随即他穿越了过来。阿牛，阿牛，你怎么样了？来人正是曾阿牛的母亲杨淑芬，她手里拿着一个碗，推门进来，看见躺在床上的曾阿牛。阿牛，你怎么样了？头还疼吗？肚子饿坏了吧？快喝一碗糊糊。你说你这孩子，你爬树上去干啥啊？一旦摔出个好歹，可怎么办啊？娘听到虎子他们说你摔死了，都吓死娘了。嘿，娘，我好多了，就是头稍微有点疼。快喝吧，喝完就不饿了。曾阿牛喝了一碗糊糊，终于感觉到身上有力气了。阿牛，你在炕上躺会，娘去给你爹和大哥做饭。娘，你去吧，我感觉好多了。待杨淑芬离去，曾阿牛就进空间看了一下情况，空间有了不小的变化。首先就是存储空间大了1/3，本来塞满的物资空间也看着有了许多空位。黑土地那边大了1/2，能种植的面积也达到了60亩。另一边的草原也扩大了1/2，山脉那边看着还是没有什么变化，但最明显的还是小院子前面的灵泉井。曾阿牛喝了一口灵泉水，明显的感觉到头上的伤势在好转，这让曾阿牛更加的高兴。随后曾阿牛就出了空间，下了床就走出了屋子。正在这时，院子外面又传来2道问候的声音。阿牛，阿牛，你咋样了？爹，大哥，我没事了，头也不疼了。哎，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曾阿牛从2人的身上感受到了浓浓的温暖和关怀。曾阿牛看了看父亲和大哥，2人都挺高的，但却特别的瘦，脸上也是一脸蜡色，明显的营养不良。我一定要带家人过上好日子。曾阿牛随着父亲和大哥一起进了屋，这时母亲也做好了饭，一家子围坐在餐桌上，等着母亲杨淑芬分饭。一人一碗野菜粥，一个黑黑的窝窝头，野菜粥稀的能照出人影，中间一盆不知道什么野菜做的凉拌菜。曾阿牛看到这里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把窝窝头递给了大哥，然后又把碗里的粥分给了父母。你们赶紧吃吧，我这会吃不下。明天早上我去镇上转一圈，看看有没有招工的信息。我先回去睡觉了。说完就回到了自己住的屋子。曾阿牛坐在炕上就冥思了起来。这个年代生活可真不容易，家里应该没有吃的了。明天早上去镇上找个借口，从空间拿出一些粮食，先改善一些家里的条件。这个年代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做什么事都得低调。如果家里一下多出来大量的粮食，第2天我们全家就得被人举报。想完这些，曾阿牛感觉一阵饥饿感从肚子里面传来，赶紧就进了空间，拿出来了一份从酒店打包的2个菜和一份米饭，就囫囵吞枣的吃了起来。2份菜和1大碗米都吃完了，曾阿牛才感觉没有那么饿了。这个身体亏空的太厉害了，一次也不能吃太多东西，要不受罪的还是自己。吃完饭，曾阿牛从空间拿出来一个木头的浴桶，接了一桶灵泉水，就在空间泡起了澡。洗完之后，曾阿牛看着自己的皮肤白了好多，瘦弱的身体里面充满了力量，感觉一拳可以打断一棵胳膊粗细的树。曾阿牛出了空间，看着外面天已经黑去，于是倒头就睡。梦里他梦到了自己带领家人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自己还娶了一个美娇娘。第2天一早，曾阿牛起来之后出了屋子，看见爸妈跟大哥都已经收拾好了，准备去上工了。阿牛，你今天去镇上就早点去，早点回来，注意安全。爹，我知道了。娘，你给我拿点钱，我去镇上找找我同学，上次他说能帮我们家买一点粮食，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我去问问他。阿牛，娘给你拿10块钱，有了粮食就买点回来，没有就算了，你可不能干不好的事。娘，你就放心吧，我就去看看，没有我就会回来了。行，那娘去给你拿。要知道10块钱基本是曾阿牛一家1年收入的1半了。曾母从房间拿出来，把一把零钱递给了曾阿牛，就去上工了。等他们走后，曾阿牛在空间里拿出了些早点，狼吞虎咽的吃完早饭就出了门，步行了大概2个小时，就来到了镇上。曾阿牛转了一圈，便来到了一个小小的供销社，看着里面摆的东西也不多，感觉没意思，转身就往家走去。在快到家里的时候，曾阿牛左右观察了一下，很安全，就从空间拿出了一个背篓背在了身上，就这样回到家里，把门锁好，就进了厨房。曾阿牛打开家里放面的木柜，里面只有2-3斤的高粱面，家里人还舍不得吃。曾阿牛从空间里面拿出了10斤高粱米，放进面柜，看了看家里的米缸，那里面空空如也，又从空间拿出了5斤大米，倒进了米缸，然后再把橱柜上面的空瓶全部都装满了调料。出了厨房，曾阿牛进了家里的地窖，地窖里面空荡荡的。曾阿牛在地窖里放了20斤土豆和10斤红薯，这些都是粗粮，来源也好说。曾阿牛不敢一次给家里太多的粮食，只能一次少拿几斤，等吃完了再找借口，慢慢改善家里的生活条件。看了看时间，已经11点半了，家里人也快下工了。曾阿牛想给爹娘和大哥做一顿饭，好让家人下工回来就能吃到，但想到自己从来没下过厨房，对做饭也是一窍不通，一时曾阿牛愣在了原地。丁，宿主，今天的签到机会还没使用，宿主是否签到？签到吧，最好能签到出厨艺方面的。丁，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技能厨艺精通，请问宿主是否接受？厨艺精通，系统你真体贴，难道自己想要什么就能签到出什么？哈哈，
这下真无敌了。丁，请宿主不要多想，签到完全随机，签到出的物品全靠宿主运气。曾阿牛也没再理会系统，家人快下工了，得赶紧做饭了。曾阿牛迅速的从空间里取出了2斤色泽诱人、肥瘦相间的五花肉，以及2斤细腻的白面。那就给他们做个红烧肉，再做1锅汤面条，让爹娘和大哥补补营养。紧接着，他熟练地将这些食材一一摆放于案板之上，把厨房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的，确保味道不会散发出去。做好这些，就大展身手，开始烹饪这顿美味佳肴。半个小时后，曾阿牛的红烧肉和汤面条也端到了正房的饭桌上，扑鼻而来的香味让曾阿牛也直咽口水。这时院门打开了，曾阿牛的爹娘和大哥下工回来了。怎么这么香？谁做肉了？真香啊！阿牛，是你做的饭，你哪来的肉和面啊？这看着可是白面啊！还有，你怎么会做饭？你都没进过厨房。爹娘、大哥，先别问了，先吃饭，吃完饭我再慢慢给你们解释。行了，先吃饭吧，吃完饭再说。阿牛也不会做什么坏事，我的儿子我还是知道的，这个味道是真香啊！爹啊，您这到底是相信我的为人还是馋肉了？我咋看着您2眼放光，一直盯着红烧肉呢？曾府说完就坐在饭桌上，曾母和曾大哥也坐下吃了起来。这个年代的人是真能吃啊！2斤猪肉和2斤白面做的面条吃了个干干净净。大哥曾一连把盆里剩下的面汤和红烧肉剩下的汤汁到一起，都喝了下去。曾阿牛都呆住了。大哥是真的能吃啊！阿牛咋回事？你给爹一件一件讲明白。今早我去了镇上找同学王一打听招工消息，他说镇上没活儿，得去县里找。在他家玩了一会儿，临走时他问我要不要粮食，说他能弄到，我肯定要啊。他就出去背回1篓东西给我，有10斤高粱米、5斤大米、20斤土豆、10斤红薯、2斤白面和2斤猪肉，这些东西我都要了，付给他8块7毛钱，剩下的1块3毛，我去供销社买了些油盐酱醋，娘给的10块钱正好花完。以前我没做过饭，是因为你们不让。其实做饭我早从书上学过了，到家看你们还没下工，我就试着做了顿饭。就这样，明天我去县城看看招工情况。曾母听完曾阿牛的话，连忙跑到了厨房，看着面柜里的高粱米和米缸里的大米，流下了眼泪。曾母又在厨房打量了一眼，像是明白了什么，又急匆匆地走向正房。阿牛，你今天做饭是不是把2斤白面和2斤猪肉都做了？是啊，娘，你们上工那么辛苦，吃点好的补补身体，要不到秋收你们的身体就垮了。哎，你这孩子真不会过日子，省着吃，能吃好几天了。现在家家户户都困难，今天上工的时候，你3婶都快愁哭了，家里断粮了，3个孩子饿得皮包骨头，再这样下去可咋办啊？阿牛，你几个婶娘一直就对你最好，尤其你3婶，以前家里有点啥好吃的都给你留着，这几年日子不好过，你3婶也没忘了你。晚上你拿2斤高粱面和1斤大米给你3婶家送去，给你大伯娘家也送2斤高粱面和1斤大米，他们家里也应该快断顿了。你大伯娘今天下工饿得直发晕，她舍不得吃，都把粮食省给家里人吃。你上学的学费不够，也是你大伯和你大伯娘凑出来。娘，我知道了，下午我去山里看看有没有野鸡和野鸡蛋。阿牛，你可不能上山，山上有多危险，你不知道吗？我知道了，我不会去深山，我就在外围看看有没有野鸡、野兔，不会往里走的，你们放心吧。父母和大哥见曾阿牛答应了下来，也就不再多说。而这时，上工的钟声再次响起，曾家人除了曾阿牛都去上工了。曾阿牛锁上家里的院门，拿了一把铁锹，背上背篓就向大黄山走去。大概走了40分钟，他就发现看着四周的树油光瓦亮的，还有树周围的动物脚印和传来的骚味。曾阿牛知道这附近肯定有野猪出没，于是他就在旁边挖了起来。半个小时后，陷阱终于做好了，然后捡了一点尖锐的树枝埋在了坑底，又在空间拿了点玉米粒和10来根玉米棒子扔进了坑中，把上面铺上树枝，扔了几个玉米棒子就离开了这里。往前走了一会，曾阿牛听见草丛里面有动静，随手拿了块石头扔了过去，顿时5、6只野鸡从草丛里飞了出去。曾阿牛钻进了草丛，就找到了20多个野鸡蛋，收进空间，又找了一会，什么都没有，就出了草丛。刚准备下山，就听到刚才挖坑的地方传来了猪的哼唧声。我去，不会这么快野猪就掉陷阱里了吧？曾阿牛也不知道陷阱那边啥情况，就慢慢的摸了过去。到了陷阱旁边，就看到里面有一只大野猪掉进了陷阱里，被削尖的树枝扎到了肚子里。曾阿牛看了看野猪还没死，拿起大铁锹使劲的拍野猪，拍死之后把野猪收进了空间，背着背篓就下山了。回到家时已经5点半了，曾阿牛急忙关好院门，直接进了地窖，从空间里拿出野猪放在地窖里，然后又在厨房面柜里拿了2斤高粱面糊了起来。曾阿牛的馒头刚蒸进锅里，
父母和大哥就下工回来了。爹娘，大哥我已经把馒头蒸锅里了，一会就好了，你们快进屋，我有事和你们说。进屋之后，曾阿牛把今天挖坑逮到的野猪和捡的20多个野鸡蛋说了出来，三人皆是听得一愣愣的。过了许久，曾父才反应了过来。阿牛，你赶紧去大伯和三叔家，让你大伯和三叔赶紧过来帮忙把野猪处理了，另外带点粮食过去，你大伯娘和三婶正为粮食犯愁呢。好的，爹，我拿上粮食就去。曾阿牛去厨房装了4斤高粱面和2斤大米，平均分成2份，又去背篓拿了10个野鸡蛋，就出了院门，不一会就到了三叔家。三叔，你在家吗？阿牛，我在家，你进来吧。曾阿牛进了房间后，对着三叔和三婶打了个招呼。阿牛，你这会过来家里没粮了吧？三婶给你拿几个土豆，你带回去。明天你三叔去镇上和城里买粮，明天买到了我让你三叔给你拿过去。三婶对我可是真的好，以后要孝顺三叔三婶。三婶，你别去了，我来是有其他事的，你快坐下，我给您说。你快说吧，我们都等着呢。三叔，你等会去我家里一趟。随即把打到野猪的事给大家说了一遍，又说了他爹让他去喊大伯和三叔的事。三叔听完后赶紧就救了出门。曾阿牛拿出了他拿的布袋子，然后放在了桌上。这是啥？三婶，这是我给你带的粮食，是我去镇上找我同学买的，给你拿了2斤高粱面和1斤大米，还有5个野鸡蛋，你收起来吧，我们家里还有呢，你可不能不收，你不收我可再不来了。哎，你这孩子，三婶收下了，你可得经常来三婶家，等过了灾年，三婶给你做好吃的。好的，三婶，你放心，我肯定经常来，我得赶紧去大伯家了，明天我再过来。好好好，赶紧去吧。曾阿牛转身就离去，来到了大伯家，对家里人一一打过招呼，才说了这次来的目的。曾大伯听后连忙叫上自家儿子曾斌和曾文就赶了过去。曾阿牛拿出那袋粮食就递给了大伯娘，可是大伯娘说什么都不要，曾阿牛只能把在三婶家的措辞对大伯娘说了一遍，大伯娘才收下。大伯娘，嫂子我回家去了，有时间我就来串门。曾阿牛一路小跑回到了家里，野猪已经基本杀好了，剩一点收尾工作。曾阿牛的大哥和大伯家的大哥二哥正在收尾。曾阿牛跟3个哥哥打了声招呼，就进屋了。大伯、爹、三叔，你们这速度可真快啊！我刚回来，你们都弄完了。早弄完早安生。这头野猪去了内脏一共160斤，你妈割了5斤去厨房做饭去了。大哥和老三也别着急回去，等吃完了再回去。阿牛剩下的155斤猪肉都在地窖，野猪是你打的，你来说说这剩下的野猪怎么办？爹、大伯、三叔，天太热了，这么多猪肉也吃不完，我们3家各分10斤猪肉，给家里人补补身体，其他的拿黑市换粮食卖钱吧。带着40亿物资穿越到60年代，曾阿牛利用空间捕到了一头野猪，领着自家哥哥们就前往黑市去卖。不料兄弟4人刚到胡同口，就被2个人拦住了。兄弟3人连忙将曾阿牛围在了中间。你们是什么人？拦着我们干什么？几位是干什么的？看着很面生啊！家里断粮了，我们兄弟4人在山上抓了一头野猪，来找虎爷换些粮食。中年汉子听完，眼睛一亮，从他的表情中不难看出此刻的激动。各位兄弟稍等片刻，我去给虎爷通报一声。说完，中年汉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不多时，他就领着一位50多岁的男人走了出来。野猪有多少斤啊？几位兄弟想换点什么粮食？野猪大概120斤左右，我们想换粮食。没问题，先去称一下猪肉，然后再给我说说你们需要什么粮食。见曾阿牛他们在原地没动，虎爷也就明白了他们的心思。这地方人来人往的可不适合交易啊！放心，100来斤猪肉还不值得搭上我黑市多年来的信誉。不进黑市，就去那边的院子里吧。曾阿牛看了看四周人来人往，确实不适合交易，于是就将3个哥哥背篓里的肉全部放在了自己背篓，独自和虎爷进到了院子里去。阿牛啥时候有了这么大力气？120多斤的东西就这样背着走了？我也不知道啊。进了一间离胡同口大概50米远的院子，虎爷手下的人就拿着背篓去称重了。曾阿牛和虎爷也再没搭话，就在一边等着。过了一会，虎爷的手下走了过来。虎爷，猪肉没有问题，一共是125斤。小兄弟，我也不瞒你，现在各类物资齐全，物价也飙升，猪肉现在黑市已经卖到了2.5块一斤，但我只能给你1斤1.5块的价格，你觉得行咱们就成交，我让他们去给你准备粮食。曾阿牛想了想也就同意了。外面价格高，但是买不到粮食，黑市价格虽低，但好歹能换到粮食，现在粮食才是最重要的。猪肉一共是187.5块，就按188算。现在的粮食价格也高，土豆2毛，红薯4毛，玉米面8毛，高粱面7毛，白面1块，大米1块5。你看看需要点什么？土豆、红薯、玉米面、高粱面各要60斤，白面和大米各20斤吧。
小兄弟够爽快，我也给你教个实底。现在的粮食是真的缺，黑市的粮食也不多了。今天我可以给你都换成粮食，下次小兄弟你有了肉可要送到我这里来。虎爷，太谢谢您了，下次有好东西我肯定给您送来，就不知道您能不能吃得下了。难道这小子还有好东西不成？不行，一定要教好。哈哈，兄弟，只要你能送来，我都能吃得下。今天我就教你这个兄弟了，以后有了好东西可不能忘了搁到我。虎爷，您说的是，以后兄弟有东西就给你送来，还叫什么虎爷？叫虎哥。兄弟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能办的哥哥都给你办了。虎哥，家里有2个小侄子，实在没有营养，你看能不能给弄罐奶粉？哈哈，兄弟，你这消息真灵通啊！我们黑市今天刚到了6罐奶粉，我给你运出来2罐，多了真不行，有人预定了。嘿，够了，谢谢虎哥。空间奶粉很多，但曾阿牛没有明路不敢拿出来。现在有了虎哥的这2罐，以后奶粉也就有了来源。10分钟后，粮食都准备齐全了，奶粉也拿了2罐过来。虎哥，这奶粉1罐多少钱啊？奶粉1罐10块钱，还要一张奶粉票，最难弄的就是奶粉票了。曾阿牛一听这个价格就知道卖猪肉的钱不够买这些粮食和奶粉，猪肉一共卖了188块钱，买粮食花了176块钱，还剩12块钱，2罐奶粉20块钱，还不算奶粉票，光钱就差了虎爷8块钱。曾阿牛有点不好意思。虎哥，奶粉我拿1罐就行了，咱们今天就清账了。这僧虎哥能让你被叫，粮食和2罐奶粉都拿走，今天咱们的交易就结束了。下次兄弟再来，我们再说下次的事。行，兄弟记下了，过几天兄弟给虎哥带点好东西过来。好好好，哥哥就等着你下次过来了。然后招呼手下把粮食搬到了曾阿牛胡同口一个隐蔽的地方。曾阿牛的3个哥哥看见院子里出来人了，曾阿牛也在后面就走了上去。虎哥和他3个哥哥打了招呼，就转身进了黑市。咱们先把这些东西装背篓里，其他的回家再说。曾阿牛把白面和大米还有2罐奶粉装进了自己的背篓里，剩下的让3个哥哥分别装进背篓里，然后4个人就兴冲冲地往家里赶去。一到家，曾阿牛便将白面和大米平均分成了3份给大伯和三叔家，并单独拿出2罐奶粉给大哥曾文补养孩子。随后安排兄弟几人次日上山打猎的事情。做完这一切后，转身回到了房间。曾阿牛进入空间里，他先舀了一勺灵泉水，在灵泉水中加了一点麻醉粉。猪仔喝了一口，立马昏迷了过去。估计灵泉水能让麻醉粉的药效变得更加强大吧，希望明天能派得上用场。第二天一大早，曾阿牛就起来去厨房拿了一个盆，在盆里倒了半斤面粉和切碎的土豆，然后把带有麻醉粉的灵泉水也倒进盆里，搅拌了起来。系统签到。丁，恭喜宿主签到成功，获得狩猎技能1份。随即脑海中传来了各种狩猎信息，曾阿牛对猎物的习性和怎么追踪猎物有了一个深入的了解。然后曾阿牛出了厨房，就看到曾毅、曾文和曾斌已经等在了门口，给父母打了个招呼。4人就向山上走去，大概走了40分钟，就来到了一个小山谷。曾阿牛看了看四周的环境，发现有很多动物的脚印，杂乱无章。曾阿牛让他们去不远处的山坡上趴着，然后他从背篓拿出拌好的诱饵撒了出去。阿牛在干嘛呢？那是阿牛提前准备好的诱饵，撒下去吸引动物。就这样，曾阿牛撒完诱饵也到了山坡上，跟他们趴一起。阿牛这样能行吗？没问题，趴着就行，一会你们就知道了。灵泉水对动物有莫大的吸引力，诱饵散发着淡淡的香味。过了一会，他们就看到很多野鸡和野兔一窝蜂的走来，看到诱饵就不要命般的吃了起来，但刚吃一口就摇摇晃晃的昏倒了。后面的野鸡和野兔还是冲上来抢着吃诱饵，看着倒下的野鸡和野兔越来越多，曾毅3人就急得想要冲出去。曾阿牛连忙的拉住了他们，别着急，诱饵还没吃完呢，再等会应该还会吸引来其他动物。时间不长，就看到远处有3大3小的6只野猪冲了过来，不一会儿都倒在了地上。看到这一幕，曾阿牛知道差不多了，就拉着他们一起朝山谷跑去。看到山谷里的6只大小不一的野猪和16只兔子，22只野鸡，4个人都高兴地蹦了起来。嘿嘿，看来这诱饵果然好用，以后抓猎物可不愁了。4人快速地把所有的野鸡和野兔绑好，放进了背篓里。看着背篓还有空间，又把剩下的3只小野猪也放进了背篓。随后拿干草把背篓盖了起来。现在还有3只大野猪，我们的背篓都装满了，怎么办啊？咱们把这3只野猪都绑起来，把野猪的嘴也绑上，挖个坑把野猪放进去，然后盖上树枝和干草，别把野猪捂死了。先回家把这些猎物带回去，等天黑了叫上我爹、大伯、三叔，咱们一起把野猪拿回去。这个办法好，走，赶紧回家。男人将家里唯一的粮食撒在了山坡上，然后却躲了起来。不一会就吸引来了16只兔子、22只野鸡和6只大小不一的野猪，争先恐后的吃着，但刚吃一口就摇摇晃晃的昏倒了。兄弟4人看到这一幕，高兴的蹦了起来。随即4人赶紧过来把猎物绑好，放进了背篓里。
可唯独剩余的3只大野猪拿不走。咱们把这3只野猪都绑起来，把野猪的嘴也绑上，挖个坑把野猪放进去，然后盖上树枝和干草，别把野猪捂死了。先回家把这些猎物带回去，等天黑了叫上我爹、大伯、三叔，咱们一起把野猪拿回去。等弄好之后，4个人就朝山下走去。刚到家，兄弟几人又各自分工忙碌了起来。等曾父曾母下工后，在院子看到了这一副繁忙的景象，瞬间呆住了。咋回事啊？咋这么多猎物？爹，山上我们还藏着3头大野猪呢，等天黑了咱们一起去背回来。劳烦您走一趟，让大伯、大婶、三叔、三婶还有虎子都过来帮忙。曾府应了声就出去喊人，曾母也加入了屠宰大军。不大一会，大伯、三叔就都过来，看着院子里的景象，也是呆愣原地。不过人多力量大，很快就收拾完了。大婶、三婶、曾母3人去做饭了。男人们坐在一起聊起了天。山上有3头大野猪，野味吃不完，一家分2只鸡兔，再分20斤的野猪肉，剩下的弄到黑市卖。我去县城看看找工作，先给大哥、文哥、兵哥弄，以后大伙都安排上进城上班。阿牛，这能行吗？我们可都没初中毕业啊，怎么当工人啊？是啊，老弟，我们就会种地，城里也没我们种的地了。识字就行了，到时候我去县城打听打听。曾家的大人们坐在旁边就看着他们兄弟4人讨论。这时天慢慢的黑了下来，饭也做好了，蒸了一锅玉米面馒头，炒了野鸡野兔，还弄了一锅骨头汤，一大家子人吃得满嘴流油，满意至极。爹、大伯、三叔，我们去山上抬那3头大野猪，娘、大婶、三婶就在家里多烧些热水，等我们从山上回来，把猪收拾好就直接去县城黑市，趁夜把猪卖了。说完，7人便一同踏上了上山的道路。他们深知此行的目的至关重要，因此一路上谁也不敢说话。到了藏野猪的地方，四周寂静无声，把上面的树枝和干草拿开。3头大野猪还在坑里昏迷。随即7个人也不多做停留，砍了几根粗树枝从野猪绑着的腿中间穿过，抬着3头野猪朝山下走去。回到家里，曾母、大婶、三婶看见他们平安的抬着3头野猪回来了，才安心了。你们赶紧歇一歇，水已经烧好了，我们去把猪毛烫了。男人们忙着杀猪放血，弄完之后把7人也累得不轻，歇息了一会，商量好明天兄弟4人等村民上工后再拉板车去县城卖肉，就各自回家睡觉。第二天早上，曾阿牛起床后就直接叫道：系统，签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体质增强液1瓶，服用者可以增加500斤资力。听完系统的讲解，曾阿牛取出体质增强液，一口喝完，把瓶子扔进系统空间，顿时一股暖流从身体里面划过。曾阿牛满意的出了房间，就看见兄弟3人已经把猪肉、野鸡、野兔都在板车上绑好了。曾阿牛也没有墨迹，在确定安全后，兄弟4人就拉着板车直奔黑市而去。刚到黑市附近，就看到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四处张望。曾阿牛心中一紧，感觉到气氛异常，低声嘱咐兄弟们让他们都留在外面。随后曾阿牛一人去上次交易的院子外看了看，里面空无一人，联想到黑市门口的那几个人，察觉到黑市应该是出事了，赶紧就溜了回去。黑市应该是出事了，外面先找个隐蔽的地方，你们3个看着板车上的东西，我去城里的几个工厂打探一下，看他们要不要野味。话音刚落，一个40来岁胖胖的男人向他们走了过来。哥几个别紧张，我是国营饭店的厨师兼采购，看这位兄弟去了我和虎爷之前交易的那院子，我就知道你们是来找他卖东西的，但你们白跑一趟了。前几天黑市出事，虎爷躲出去了，你们这一车拉的啥？让我看看，我们饭店也缺物资。兄弟4人对视了一眼，也没说话，毕竟也不清楚胖子到底是干嘛的。我真是国营饭店的厨师，要不然我能吃这么胖吗？你们要是不相信，那咱们一起去国营饭店，到了国营饭店我再看你们拉的啥。行的，只要是吃的我们国营饭店都要。对了，我姓周，大家都叫我周胖子，你们叫我周哥吧。兄弟4人感觉周胖子说的是真的，便同意跟着他来到了国营饭店。随后掀开了盖在板车上面的破草席，看着一板车的猪肉还有野鸡野兔，周胖子也是呆愣在了原地。哥，这有多少肉啊？你们可真厉害。野猪大的3头，一头大概160斤左右，小的野猪2头，每头大概50-60斤，野兔8只，野鸡10只。国营饭店能吃下吗？兄们，我们国营饭店要野猪大小各1头，1斤可以给你2块5毛钱，鸡兔各要4只，鸡4块，兔6块，你看这样行吗？剩下的我给你们找门路都可以卖出去。行，周哥，价格我们能接受，你直接过称吧，
其他的也可以卖给周哥介绍的人。好兄弟，够爽快！你们先等我一会，我去打个电话，马上就回来。说完就出去了。10分钟后，周胖子就领着一个中年男人走了进来。兄弟，这位是钢铁厂后勤的李主任。李主任，这就是我给你电话中说的小兄弟。李主任你好，这些就是我们打到的猎物，2头大野猪和1头小野猪，那还有4只野兔和6只野鸡。好，这些肉看着就很新鲜啊！我们钢铁厂也很长时间没有肉了，这些肉我们都能吃下。猪肉我可以给你们3块钱1斤，野鸡和野兔跟国营饭店一个价，咱们先过秤吧。不用过了，已经过完了。猪肉给你们留的一共是390斤。不行，那咱们就点钱吧。猪肉一共是1170块钱，野鸡和野兔一共48元，合计1218块钱，还有一些票据就送给你了。李主任，这次咱们就这样结算吧，但下次能不能用这野猪肉换几个厂里的工作名额啊？李主任听后略微沉思了一下，便开口道：兄弟，我给你一个我们钢铁厂后勤部采购员的正式工名额，第1年工资是37块钱，以后还会再涨，但你得拿2头大的野猪来换。明天你直接来钢铁厂找我，把介绍信拿走，以后有猎物直接送我们钢铁厂来，不过可有言在先，工作名额能拿出几个，我还得和厂长商量一下。曾阿牛一听，已经有了一份工作了，以后还能换几个工作名额，连忙感谢道：谢谢李主任，2头大野猪我尽快给您送过去，别的不敢保证，但每个月让领导吃2-3顿肉没啥问题。那这些肉我就先带走了，带回去也让领导高兴高兴，再商量一下给你换几个名额，需要多少肉。曾阿牛高兴的应下，这笔交易算是圆满达成了，几个人脸上都洋溢着满意的笑容。周哥，你今天真的太谢谢你了，下次有猎物一定给你送过来1份。哈哈，兄弟，有你这句话就够了，你放心，哥哥肯定亏待不了你。县城其他厂的领导哥哥认识的也不少，钢铁厂名额不够，咱们就去其他厂里换。让周哥费心了，今天我们就先回去了，家里人也等着急了，明天我给周哥带个惊喜，您就瞧好吧。行，那我就等着明天你的惊喜。曾阿牛几人和周胖子告别后，便推着板车就去供销社买了点东西，便往回家方向而去。曾阿牛在空间里将麻醉粉倒在一瓢灵泉水里，几番搅拌后就得到了一瓶强效麻醉药。出了空间，再将强效麻醉药倒入粮食里，这样一份秀色可餐的诱饵就做好了。然后出门招呼着哥哥们就朝大黄山走去。在狩猎技能的帮助下，曾阿牛很快的在山坡处发现了野猪的踪迹，于是独自一人下去撒好诱饵就退了回来。诱饵的香味很快就吸引了一群野猪飞奔而来，哼哼唧唧的开始抢着吃了起来。不过刚吃几口就陆陆续续的昏迷倒地。4人看着那么多野猪昏迷在那里，曾阿牛也呆住了。两世为人的他也没见过这种情景。走吧，下去看看到底多少只野猪。曾毅3人也没回话，跟着曾阿牛的脚步就下去了。曾阿牛数了数，一共13头大野猪，还有1只野猪王。这么多野猪想要不用空间的情况下悄悄的运回家，肯定是不可能的。曾阿牛陷入了冥思中，忽然他眼睛一亮，就想到了什么。兵哥，你跑得快，你下山去给我爹他们说一声，让他们上山来，给我娘也说一声，去叫大伯娘和三婶在家里多烧点热水，然后再去大队长家告诉他，我们抓了4只野猪，让他带民兵抬下山去，就说我们愿意上交集体，这么多野猪我们藏9头，悄悄的抬下山去。诱饵的事不能说出去，你告诉大队长，是我们挖的陷阱抓到的野猪，你走了我们会把这些做好，你赶紧下山，路上注意安全，遇到危险立马上树。曾兵应了一声，转身就走。曾阿牛带着曾文和曾毅把那9头野猪跟上次那样藏起来，然后又在不远处挖一个大坑，里面铺上尖锐的树枝，又把4头野猪扔进去。3人刚弄完一会，远处就亮起了火光。曾阿牛看着火光的数量就知道是曾父和大伯、三叔来了。曾阿牛急忙迎了过去。阿牛，你们都没事吧？斌子急匆匆地说让我们沿着他留下的记号上山抬野猪，人就跑出去了，也没说清楚到底发生了啥。曾阿牛又把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给大队上交4头野猪的事也讲了。阿牛，还是你考虑的周全，最近村里好多人家都已经断粮了，我们天天吃肉肯定会引来他人的嫉妒，就怕有些心思不正的人打歪主意。这次你们给村里交4头野猪，家家户户都能分到不少肉，这等于是救了他们的命。有了这份恩情，以后谁敢传我们曾家的风言风语？话音刚落，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吵闹声。大队长曾永年以及10多个民兵在曾斌的带领下向这边走来。上山的路上，斌子已经给我说了事情经过，你们都是我们曾家庄大队的顶梁柱，这次真的是救了全村老少的命啊！我代表整个大队感谢你们。刘叔，您别这样说，我们也是曾家庄大队的一份子，为大队做一点贡献也是应该的。小时候在村里也没少混吃的，我们都记着呢。好，都是好小伙，都别愣着了，
赶紧来帮忙，把野猪抬出来，抬到村部前面的空地上，早点下山，山里不安全。说完之后，村里的民兵各两人抬一只野猪就下山去了。大队长看了一眼曾阿牛他们一大家子都在后面，心里也明白他们可能藏了猎物，但能交给村里4只野猪，他已经很满意了，剩下的又能藏多少呢？我们先下去，你们打猎也累了，就不用和我们一起走，抬野猪人也够，你们歇会就自己下山吧。六哥肯定察觉到了，他太精明了，他不会说出去的。我们还是赶紧去抬野猪吧，这次野猪太多了，得抬3次。今晚上咱们也别睡觉了，抓紧把野猪弄回去。一行人一晚上连续上山下山3次，才把野猪都弄回了家。这时天也快亮了，众人来不及休息，紧接着又开始忙活了起来。就这样处理完所有的野猪后，天已经彻底放亮。大队里的钟声也连续响了3遍，这是去村部开会的钟声，村里的人基本都得过去。曾阿牛一家也收拾一下院里的痕迹，就出门了。到了大队部前面的空地上，大队长站在人群前，大声说道：“各位乡亲们，咱们今儿个运气好，咱们村的曾文、曾斌、曾毅、曾阿牛上山挖陷阱，抓到了4头大野猪。4个好孩子把野猪交给了大队部，按照老规矩，村里人人都有份儿。现在咱们就分猪肉了，离秋收还有一段时间，今天大家就不上工了，领完肉都回家，好好吃顿饭。”村民们顿时欢呼起来。曾阿牛一家站在一旁，心里也是美滋滋的。曾家这次功劳最大，剩下的20斤最肥的肉就分给你们了。曾大伯高兴地接过，大家带着分到的猪肉，喜气洋洋地回去了。一到院子，曾阿牛就把大人都叫进了屋里。今天去卖肉，钢铁厂的李主任给我答应下了一份工作，是钢铁厂的采购员，正式工，1个月37块钱的工资。我暂时不想去上班，文哥、哥还有兵哥他们3个人挑1个人去吧。这话一出，屋内瞬间安静，一家人都惊呆了。率先反应过来的大伯怒声斥责，坚决要求曾阿牛自己去，而曾父却是非常支持阿牛的决定。可是3个哥哥又在那里相互推脱，最后曾阿牛提议抽签，3人便同意了下来。很快3张纸条就准备好了，抽完签后，曾文和曾斌松了口气。曾毅看见纸条上写着工作2字，顿时紧张了起来。我不去，我还要跟阿牛上山打猎呢。哈哈，这可由不得你，抽之前就说好了不能反悔。大哥已经抽完了，你也别反悔，又不让你这回去，你急啥啊？过2天再去上班呗。曾毅无奈，只能答应了下来。曾大伯见状放下心来，他本就不赞成曾文或曾斌去。下午咱们得去县城把9头野猪都给处理了，野猪太多了，板车一次也拉不了这么多。今天也不上工，我去找大队长借1辆牛车，咱们赶着牛车去。你们歇着吧，我去借牛车，等会你们走了，我们就回去睡觉了，你们可睡不了。说完就出门了。不大一会，曾大伯赶着牛车回来了。曾阿牛几人在牛车上铺了一层干草，然后把野猪肉抬到牛车上，上面用草席盖得严严实实的。曾斌驾着牛车，兄弟4人就向着县城驶去。到了县城边上，看到不远处有一片小树林，曾阿牛连忙叫停，3位哥哥顿时一脸茫然。我们先去那边的小树林，这9头野猪一次拉过去太显眼了。我先去钢铁厂借1辆3轮车，你们就在这个树林藏一会，等会我就回来了。阿牛注意安全，我们会藏好的。曾阿牛独自一人朝着钢铁厂走去，来到钢铁厂大门，看到有一个大约40来岁的男人背着枪在门岗处。这个年代的保卫科是真的有枪。曾阿牛走上前去打了一声招呼：“同志，麻烦您个事，我找一下你们厂后勤的李主任，他在厂里吗？”曾阿牛将9头野猪分成2车装，他这么做的目的不为卖钱，只为换个工作名额。随后兄弟4人来到县城边的小树林，曾阿牛让哥哥们送5头去国营饭店，自己则往钢铁厂而去。来到钢铁厂大门，就见个40来岁的男人背着枪守在门岗。同志，麻烦您个事，我找一下你们厂后勤的李主任，他在厂里吗？你是谁？找李主任有啥事？我是西河镇的村民，我叫曾阿牛，你给李主任说我的名字，他就知道了。男人转身去给李主任打电话了，不一会的功夫出来就让曾阿牛进去。曾阿牛到了声谢就一路前行，远远的就看见了李主任站在那。阿牛，你终于来了，走去我办公室，我给你拿介绍信，顺便给你说一个好消息，你们把车上的肉卸下来，过完成后放进仓库。你小子真有本事，我看着这次拉来的肉可不少呢，都是大野猪吧？4头都是大野猪，都是挖陷阱抓到的，杀猪太费劲了，以后我只管送不管杀。以后你尽管送来，钢铁厂的食堂就有专门杀猪的，这个信封你拿上，这是答应你的工作名额，你可拿好了，只认信封不认人，别丢了。还有，昨天我回来跟领导汇报了，领导答应给你2个正式工名额，1个名额3头野猪或500斤肉食。
李主任，您可真是帮了大忙了，下次我来的时候给你弄点好东西。行啊，那我也给你说说我给你准备的惊喜。你来厂里上班，就不给你分配房子了。在供销社附近有一院砖瓦房，房子挺大，房主要去香港找儿子，想把房子卖了，但要1600块钱，一直没卖出去。你要是想买，我马上给他打电话，过户的问题厂里会给你解决。曾阿牛一听满心欢喜，他也不想以后来城里上班，住集体分配的房子，有这样独立的一院房子再好不过了，毕竟他的秘密太多了。那就麻烦李主任了，这真是一个大惊喜啊！我先打个电话给问问他今天在不在。已经过完称了，4头野猪一共650斤。650斤，那份工作名额就300斤吧，剩下的350斤，一共1050块钱。你想要点啥？我就要550块钱现金，剩下的我想换成粮食、茶叶、奶粉和麦乳精。呵呵，行啊，现在厂里刚好送来了一批物资，你要的这些都有，我带你过去拿。随即李主任带着曾阿牛就前往了仓库，吩咐着工人将50斤大米和白面、100斤玉米面、奶粉、麦乳精各4罐，还有10斤清油、1箱酒、4盒茶叶放在了3轮车上。阿牛，这个3轮车你拿去用，比你那班车要省力得多。嘿，那就谢谢李主任了。还叫什么李主任？叫李叔，赶紧回去吧。你把东西放好后来找我，我领你过去找房主。曾阿牛听后再次道谢，蹬着3轮车就往国营饭店而去。而国营饭店后院中，曾家3兄弟正在把5头野猪兑换的东西往板车上面搬。兄弟，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供销社的刘主任，这是纺织厂的王主任，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兄弟曾阿牛。周哥真是麻烦你了。客气了兄弟。这边刘主任拿了些布匹和一个纺织车间的名额，但只要女的。王主任那边拿了些烟酒、大衣和生活用品，他们也提供一个售货员岗位，但是要10月后才行，你看可以吗？曾阿牛听了后也答应了下来。供销社的售货员可是好岗位啊，轻松还有面，给的东西也不错，毕竟有的东西真的不好弄。兄弟，哥哥我也不和你来虚的，国营饭店的服务员名额给你一个，到时候直接来找我就行了。谢谢各位的照顾，这些东西我都很需要，下次打到猎物，咱们还是在这交易。听了这话，众人纷纷夸赞曾阿牛，还说以后要常来常往。随后，王主任和刘主任跟大家打了招呼，带着猪肉离开了。曾阿牛和周胖子闲聊几句后，便走出了国营饭店。文哥、斌哥、大哥，你们先回去，我还要去钢铁厂一下。好的，阿牛，你路上注意安全。说完，3个哥哥就推着板车往回家方向而去。曾阿牛则是骑着3轮车再次来到了钢铁厂。兄弟，弄完了呀，这回我们先去看看房子。好的，李叔。20分钟后，李主任带着曾阿牛到了供销社旁边巷子里的一处青砖大瓦房门前停了下来。就是这里，我去敲门。李主任，你带人过来看房吗？我这个房子1600最低了，要不是老头子我去找儿子，以后不回来了，真舍不得卖呀。你们先进来看一看房子吧，价格肯定是低不了了。随后2人走了进去，院子里打扫得很干净。房子前后院一共有10个房间，院子中间的空地挺大的，后院还有一大块菜地。进了正房后，房间里的家具也挺齐全的，房子也挺大的，有40多平米。采光和布局都符合曾阿牛的需求，又去其他房间里面看了看，厨房的厨具也很齐全。曾阿牛对房子挺满意的，当即就想买下来。房子我挺满意的，但房间里面的东西呢？东西我都留下，我也拿不走。这回你在院子里看到啥样就是啥样，但是价格低不了，并且只要现金。没问题，啥时候能落户？落户的事等会就能办完，厂长已经打过招呼了，先把房子转到厂里，从厂里再转到你名下。既然你确定要买，这回就去过户吧。众人也不耽搁，立马朝着办落户的地方走去。因为有李主任，30分钟后就办完了所有手续。从此以后，房子就是你的了，老头我就不过去了，希望你能爱护他。老头说完，朝房子的方向看了一眼，就头也不回的离开了。曾阿牛早上醒来，先是用意念把空间成熟的稻谷割了，去壳之后存放了起来，又把土地重新种上了麦子。在这个空间里，食物播种是可以无视季节的。做完这一切，曾阿牛拿出了几个包子和牛奶吃了起来。吃完后，伸了个懒腰就出了空间。系统，签到。丁，签到成功，恭喜宿佐获得驾驶精通。在当前世界，宿佐能熟练驾驶所有载具，陆地上的各种车辆，天上的各种飞机、战斗机、水里的轮船、航母，宿佐都能熟练驾驶。我去，这个技能在这个年代是真鸡肋啊！随后曾阿牛叹气一声，就出了房间。大院里，
一大家子早已坐在凳子上有说有笑的。曾阿牛连忙向他们问起了好。现在我说2个事情，第一个呢就是工作岗位，这回就有2个可以入职的，钢铁厂还有2个名额，只要带过去6头野猪就可以了。供销社10月份也有一个售货员的名额，大家都想想谁去合适。我可去不了，家里一摊子活呢，我去上班你大伯饭都吃不上。阿牛，我也不去，马上秋收了，你爹也得需要我照顾。是啊，阿牛，我们根本也去不了。阿牛，我得留在家里领你的侄子侄女，也得给爹娘和你哥哥们做饭，我也走不开。那咋办？要不卖了？说啥胡话呢？肯定不能卖。阿牛，那就这样吧，这次的名额都需要女的，就让你姐曾玉还有你大伯家的大姐曾燕去吧。你的2个姐姐从小带着你，有好吃的都让你吃了，出家后又拿回来了不少的钱供你上学，而你2个姐夫也是无条件的支持。曾玉去是应该的，但曾燕我不同意。小玉是阿牛的亲大姐，曾燕不是，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曾福给曾阿牛使了个眼色，意思是让他去对付他大伯。曾阿牛立马会意，大伯、二姐是我亲姐，但大姐在我心里也是我亲姐，没有远近之分，他们一直照顾我，现在也该我报答2个姐姐了，反正这2个名额我就给2个姐姐了。他们这一大家子都不是爱占便宜的人，曾阿牛这么做是因为家里每个人都出了力，所以他也愿意把这些东西分给在场的每个人。等秋收完后，钢铁厂的2个名额，文哥和斌哥1人1个，然后10月份供销社的售货员是大嫂的，以后还会有工作名额，下一次我换名额的时候换1男1女，就给3叔和3婶，行不行？行，就听阿牛的，但是你也得赶紧去上班，你有工作了，其他人也安心。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分东西了，这次东西挺多的，钱有700-800，有80斤白面，80斤大米。曾阿牛用了2分钟才把东西说完，一屋子人听完高兴的不得了，这些东西整个大队加起来可能都没有这么多。阿牛，这些东西你做主分吧，大伯也想明白了，以后就是你们哥几个的天下，有啥事你们哥几个拿主意吧，大伯以后就等着享福了。随后曾阿牛开始分东西，米油面3家均分，其他的也在他的安排下合理的分了下去。但听到曾阿牛还要分钱，大家纷纷都坐不住了，连忙开口劝解。见大家态度坚决，曾阿牛也不再坚持，随后众人就背着分配的物资各自回家了。你和你哥今天去看看你的姐姐他们，顺便把工作的事告诉他们，好长时间没来家里了，也不知道他们咋样，我们先回去上工了，这会走到大队还赶得上。说完急匆匆的出了门，一大家子就走了。现在家里只剩下曾阿牛和曾毅了。曾阿牛本来就没去上过工，而曾毅也从大队里把户口转了出来，现在就他俩不用上工。哥，我去换点东西，你把刚才分完剩下的奶粉和麦乳精还有毛线分成2份，等会我们去大姐和二姐家。曾阿牛背着背篓出了门，在外面溜达了一圈，在一个没人的角落，先是拿出来了10斤猪肉，又才空间拿出了20斤大米、20斤白面、60斤高粱面，又拿出来5斤奶糖，转悠着回到了院子里。把准备的东西都分成2份后，就推着自行车出了门。曾毅骑着车，曾阿牛坐在后座上，兄弟2人就向着城外驶去。曾阿牛大姐的家在县城另一边的李家村，距离县城20公里，2人骑车走了足足2个多小时，终于快到了。哥，咱们先去大姐家，下午再去二姐家，咱们在二姐家过一夜，明天早上再回家，后天你也该去上班了。好的，我知道了。5分钟后，他们进了李家村，一路向着大姐家里走去，很快来到了大姐家门口。没等曾阿牛2人推车进去，院门打开了，一个4岁的小男孩走了出来，茫然的朝2人看了看，关上门就跑进了院子。曾阿牛2人站在门口一脸懵逼。我去，魏果那小子看见舅舅怎么直接跑了？可能是时间长了没见过我们，认不出来了吧？你再敲敲门。魏果，开门，我们是你的舅舅，来看你们了，你还记得舅舅吗？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赶紧走，我是不会开门的，我爹娘马上回来了，你们抓不走我的。这孩子把咱们当成拍花子了。我们在门口等一会吧，别把魏国吓到了，这会也中午了，大姐也快回来做饭了。2人也不再敲门，就在门口等了起来。这会的村头，几个女人提前下了工，回家做午饭，一边走还一边念叨：哎，这日子可咋过啊？家里马上断粮了，前几天李二家的老太爷饿死了，我们家里也马上就没东西下锅了，家里都没粮了，日子过不下去了。一群人满面愁容的进了村，突然一个眼尖的女人叫道：燕子，燕子，你快看，你家门口有2个人，不会是拍花子吧？曾燕远远的也看不清楚是啥人，着急忙慌的朝家里跑去，身后的一群妇女也连忙跟了上去。曾阿牛和曾毅还在门口等着呢，也没注意到身后发生了啥。突然远远的传来了一道怒喝声：你们是什么人，在我家门口干啥？你们是什么人，在我家门口干啥？眼前这个瘦弱的女人扛着锄头朝着曾阿牛他们嘶吼着跑了过来，
身后还跟着几个扛着农具的妇女。看着这个架势，两人不由得心里一慌。等来人跑到他们眼前，曾阿牛和曾毅看着眼前的人，顿时一呆。大姐，阿牛，你和小易怎么过来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大姐你别激动，家里好着呢。我和哥过来就是看看你和二姐。大姐，真没出事，你别担心，等会我们慢慢跟你说。哥，把我给姐夫买的多胎5倍给大姐吧。来，大姐，真没事，我们就过来看看你和姐夫。没事就好，赶紧进去喝口水吧。魏国，快开门，娘回来了。一阵小跑声响起，院门就打开了。魏国看了看，拉着他娘着急道：娘，咱们快回家，他们是坏人，是来抓我们的。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他们不是坏人，是你的阿牛舅舅和小易舅舅，你咋还把你舅锁外面呢？看我不收拾你！说完就准备打孩子了。曾阿牛连忙拉住曾玉：大姐别打啊，魏国也是好长时间没见我们了，才没认出来。再说了，魏国这样也没错，孩子一个人在家，不认识的人肯定不能开门啊。大姐听完曾阿牛的话也没动手，拉着两个弟弟就进了院门。大姐，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一些变化，不缺粮食吃了，你也别担心了，长辈们的身体也都很好，我们这次来就是给你和二姐送点粮食。曾燕听到家里人都很好，还能吃饱肚子，也就放心下来了。这时从外面进来了一个身材壮实的男人，这人正是他们的姐夫李有权，今年20多岁。你跟他们两个聊会儿，我去做饭吧，你刚回来也累了。曾阿牛看到这一幕，也是为大姐高兴，可以看出大姐和姐夫还是很恩爱的。姐夫，我们给你们带了5斤猪肉，10斤大米，10斤白面，30斤高粱面，1卷毛线，还有给魏国带的1罐奶粉，1桶麦乳精和2斤奶糖。姐夫，待会我们几个要好好的喝2杯。听后瞬间感到惊讶，曾阿牛也看出了他们的表情变化，连忙就解释了起来。大姐听后也没多说啥，拿着东西就去做饭了。时间流逝，大姐把饭也做好了，几个人高高兴兴的吃了一顿饭。曾阿牛和曾毅给大姐说了工作的事，也说明白了家里的人因为各种原因都去不了，只能让大姐和二姐去上班，又说了其他的都安排好了，让大姐带着外甥去城里上班就行了，暂时先住在曾阿牛买的那套房子里，等以后给姐夫也找个工作，他们一家子再想办法买房子吧。大姐和大姐夫高兴的泪流满面。饭后，曾阿牛和曾毅告别大姐一家，便骑车朝着南山村的二姐家走去。刚到村头，就有一个小孩跑了过来：大舅、二舅，你们怎么来了？我都好久没见你们了，可想死你们了。小军，二舅也想你了，走，咱们回家，大舅和二舅给你带好吃的了。大舅、二舅，你们先到我家里，我去地里给爸爸妈妈说一下。大哥，那你先过去，我骑车出去一趟，一会就回来了。曾毅大概猜到了曾阿牛去干什么，也没多问，转身就朝二姐家里走去。曾阿牛骑着自行车出去后，离开村子，找了个没人的小树林，从空间里拿出了1桶油、10斤猪肉、2只鸡、2只兔子，又拿了4瓶罐头、4瓶酒、4盒烟，还有一些小孩吃的零食、水果、糖果和一些蔬菜，把东西装进麻袋，骑着自行车就回到了二姐家。随后曾阿牛来到厨房，把带来的米面油、肉类、蔬菜都放在了该放的地方，剩下的东西拿回了房间。这时外面传来了一道哭喊声：阿牛，小易，阿牛，小易。曾阿牛和曾毅听出来了这是自家姐姐的声音，连忙跑了出去，看着完全变样的姐姐，血脉相连的亲情让曾阿牛和曾毅再也绷不住了。曾玉看到日思夜想的2个弟弟站在自己面前，连忙冲过去抱住了2个弟弟，姐弟3人就在院子里痛哭了起来。好了，小玉、阿牛和小易好不容易来一趟，先到屋里说。等冷静下来后，一家子才进了屋。曾阿牛感觉把袋子里的食物放在了桌子上，这时曾玉和王胜利肚子也咕咕的叫了起来。先垫垫肚子吧，这次我和哥带过来了不少东西，你们赶紧吃吧，一边吃一边听听这段时间家里的变化吧。听完之后我们再说其他的。然后曾毅就从头开始说了起来，从山上打猎开始，一直讲到了来他们家。曾玉和王胜利听完后像是做梦一样，真不敢相信家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更是为曾阿牛有了这么大的本事而骄傲。老弟呀，姐姐我后悔了，早知道你有这本事，我还挨什么饿啊？我早带着你姐夫和外甥投靠你去了，白白受了这么多罪。曾阿牛看他姐姐这样，打了一个冷战。看来姐姐听完曾毅说的话，对生活又充满了希望，渐渐的开始恢复她的魔女本性了。姐夫，你们咋成这样了啊？还不是这天年闹的。我们村里这段时间饿死了不少老人，我的爹娘也饿死了。分家后，他们一直在我大哥家，现在为了省粮食，给小辈活命，就这样活活饿死了。2人听完后也是一阵后怕，没想到现在南山村的情况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今天他俩要是不过来，过段时间来，能不能看到二姐一家子还真是个问题。姐夫，我们这次来是给姐找了一个工作，姐夫你要是信得过我，就跟我们一起进城，最多5天，我肯定给你弄一份工作。阿牛，姐夫相信你，也知道你能弄到工作，可是你让姐夫怎么还啊？
姐夫，别这样说，我们都是一家人。我姐嫁过来之后，你没让她受一点委屈，现在荒年也不是你的原因，我们都应该感谢你。只要你以后好好对我姐就行了。阿牛，你真的长大了，姐姐谢谢你。等进城了，姐姐给你找个好媳妇。曾阿牛听后一阵无语，他才多大啊？可是他不敢说出来，说出来怕挨打。第二天一早，一家人把需要带走的东西都收拾好，等村民去上工后就出发了。到了城里，把拿的东西放回屋后，曾阿牛骑着3轮车就朝国营饭店而去。兄弟，你来了。周哥，我现在需要一份工作名额，是那种现成的工作名额，有啥办法吗？食品厂的采购员需要3头野猪或500斤肉，只要东西到，下午就能去办手续了。周哥，没问题，你让他们中午过来拿肉就行了，我得去准备了，应该来得及。等我回来再谢谢周哥。跟我客气什么？赶紧去吧，先办正事，咱们兄弟以后日子长着呢。曾阿牛出了国营饭店，也没回曾家庄大队，而是骑着3轮车朝着县城附近的东山走去。到了山脚下，看了看四处无人，随即把3轮车收进空间就上了山。进了山走了1个小时后，曾阿牛凭借着狩猎技能就发现了野猪的痕迹，并且周围还有其他动物出没的踪迹。他找到一处适合狩猎的地方，才拿出需要的东西，随即把诱饵搅拌好撒了下去。而这时，远处的丛林里正有一双眼睛盯着他。曾阿牛将自制的诱饵撒了出去，然后又在附近的大树上躲了起来，随即在空间里掏出几个肉包子吃了起来。而这时，远处一群动物朝着诱饵的方向冲了过来，由于树叶阻挡视线，他也看不清有什么动物，就安心的吃起来手里的大包子。等包子吃完后，已经有不少动物倒了下来，他也不着急的朝着动物倒地的地方走去。但眼前的一幕让他从内心上感觉到了一丝惭愧。我靠，野猪大小有28头，这肯定是一个野猪家族呀。随即他挑了3头大野猪，然后从空间拿出了一把刀，找了几根粗树枝，一削尖，然后插进了3只野猪的肚子，伪装成他们是掉进陷阱被插死的，把剩下的25头大小不一的野猪、12头野山羊和一些野鸡野兔全部收进了空间。他准备以后把这些抓到的猎物都收进空间养起来。做完这些，曾阿牛就转身朝着山下走去。突然，从后面传来了一阵劲风，曾阿牛来不及多想，立马蹲下，一只老虎他头上一跃而过。曾阿牛赶紧站起身，盯着前面的老虎，但百兽之王的气势吓得他也不敢有多余的动作，就这样一人一虎对视了起来。曾阿牛此时慌得一批，可老虎不给他机会，朝着他就扑了过来。曾阿牛吓得菊花一紧，侧身闪过后，脑子里一片空白。想我也是英明，今天不会交代在这了吧？老虎2次都没能扑倒曾阿牛，顿时更加愤怒。曾阿牛这时也冷静了下来，迅速的朝着旁边的大树爬了上去。然后他看到老虎也在爬树，他瞬间懵逼。我记得有人给我说过老虎不会爬树啊，这次真的要凉凉。就在这时，脑子突然开窍了，闪身进了空间。这次换老虎一脸懵逼了，马上到手的食物就这样消失了。老虎生气的发出来阵阵虎啸。曾阿牛在空间看着树上的老虎，左嗅嗅，右闻闻，四处寻找它的踪迹。看这情况，一时半会也不会离去。曾阿牛无奈，因为他出了空间，还是在树上。诱饵那么受动物的欢迎，老虎是不是也喜欢呢？想到这里，他连忙开始制作诱饵，还怕对老虎效果不大，他特意准备了一个超大型的诱饵球，通过空间把诱饵球扔到了地上，就看到树上的老虎一跃而下，然后2口就把诱饵球吃完了。吃完之后摇了摇脑袋就晕倒了。曾阿牛没有着急出去，拿了一只野兔，然后通过空间砸在了老虎身上，发现老虎没有动静就出了空间。在树上，曾阿牛还是不敢直接下去，就拿树枝捅了捅老虎，确实没动静了，他才下了树，迅速把老虎收进空间，就朝着山下跑去。看了看四周没有人，把3轮车放了出来，又把3头用树枝插死的野猪放进了3轮车里，用杂草和树枝盖严实，骑着3轮车就回了国营饭店的后院。老弟，你回来的真快，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食品厂的张厂长和后勤吴主任，这是我兄弟曾阿牛。英雄出少年啊，我们食品厂物资也是紧缺啊，没有什么好东西。这次我给小兄弟带了1箱罐头，以后小兄弟有肉尽管送来，有啥需要我们都会尽力协调。张厂长过誉了，少年英雄愧不敢当。这份工作是我们食品厂的采购员，是正式工，1个月工资35块钱，拿着介绍信可以随时来食品厂入职，到时候直接找后勤吴主任，以后也是吴主任的手下。谢谢张厂长。这是用来交换的3头野猪，刚死了时间不长，现在天气热，得尽快拉回去杀了。随后众人也不耽误，张厂长和吴主任跟曾阿牛和周哥道别后，拉着野猪急匆匆的走了。周哥，过2天我给你送个好东西过来。老弟，啥好东西？还神神秘秘的。嘿嘿，一根虎鞭。
真的吗，老弟？这玩意可不好弄啊，我也好长时间没见到了。你真舍得送我，不自己留着用？肯定舍得啊，周哥你能不能别这么猥琐啊？我才多大？再说了，这东西我可用不着。哈哈，你个小屁孩，害羞啥？哥哥可是经验之谈啊。你自己经验之谈，我可不跟你谈了，你自己谈去吧，过几天我给你送来。说完之后，骑着3轮车也不再搭理周哥，就回了院子。这时在院子里，二姐他们把饭都做好了，曾阿牛进门后就直接开饭了。吃完饭后，曾阿牛简单的给大家说了工作的事，带着姐夫王胜利去供销社买了一条烟，然后就去了食品厂。吴主任，今天过来是给我姐夫办一下入职手续，麻烦您了。这条烟是我的一点心意，您别嫌弃。你这是干什么？快把烟拿回去，咱们之间不来这一套。你姐夫以后我会照顾的，待会我给你把事情办好，你姐夫明天就可以上岗了。谢谢吴主任，真是麻烦您了。什么麻烦不麻烦的，以后也别叫吴主任了，叫我吴叔就行，这样听着亲切。吴叔，那我可就不客气，以后你可得多多照顾侄子我啊。还有吴叔，你有什么需求尽管提。那我可就说了，不过你也别为难，我那儿媳妇前几天生孩子没有奶，看着我那小孙子天天喝奶粉，我也愁啊。都说猪蹄和鲫鱼下奶，但这几天我问了不少人都弄不到。吴叔，你别担心，我有办法。明天早上我让我姐夫给你带来，4个够不够？不够我再想办法。虽然空间有无数物资，但曾阿牛也不能说的太多，还是低调为主。你小子真有办法，你可别为了这事乱来。真有办法，明天早上就带来。哈哈，那就好，4个够了。这50块钱你拿着，这些东西我卖，不能让你自己搭钱搭人情啊。当叔叔的我也得出点力啊。吴叔，你这是看不起我，我不要。哈哈，是叔叔的不是。这个茶叶拿走，别推辞了。曾阿牛也没推辞，和吴主任告别后，拿着茶叶和姐夫就走了。第二天一早，曾阿牛起了床就进了空间，看到之前种下的玉米已经成熟，他兴奋地将玉米一一收获，磨成玉米面，放进了存储空间。然后他把所有的果树幼苗都种了下去。粮食现在够吃了，但家里人这2年的身体都亏空的厉害，得改善一下。于是他悄悄地将灵泉水倒在了厨房的水缸里。做完这一切后，他准备好好的休息一段时间。自从穿越过来，他感觉自己每天都有忙不完的事情。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曾阿牛每天都会签到，但签到的都是一些生活物资。曾阿牛也没在意，但今天的签到却让他格外的兴奋。系统签到。丁，恭喜宿佐获得 AK47 步枪1把，弹夹2个，子弹1000发。我带着物资穿越到60年代，在系统的签到模式下，我终于获得了一把 AK47 步枪。试问这是哪个男人不喜欢的玩具呢？嘿嘿。今天就进山拿猎物来试试枪。曾阿牛出了空间，给爹娘说了一声今天出去一趟，然后就背着背篓上山了。曾阿牛进了山，一路不停地朝着深山里面而去。他今天要去深山里面练枪，这样村里也听不到。走了1个多小时，曾阿牛终于踏进了大黄山的深山边缘，两边的环境也变得阴森了起来，即使是白天也感觉有些许的昏暗。曾阿牛心里也警惕了起来，从空间里拿出枪和子弹，细细研究了一番，才明白了枪的使用原理。曾阿牛先是把枪上自带的弹夹卸下来，然后把3个弹夹都装满子弹，一共压了90发子弹，然后把1个弹夹装到了枪上，剩下的2个弹夹放进了空间。曾阿牛把枪上了膛，握着枪继续朝着前方的山里走去。突然，他发现前方出现了一群猎物，曾阿牛心中一喜，连忙拿枪瞄准了猎物。他的动作很是生疏，随着子弹射出，不出所料的打空了。突然响起的枪声让猎物们受到惊吓，四散逃窜。不一会儿，猎物已经都跑出了曾阿牛的视线，他也不气馁，凭借着狩猎精通技巧，他再次循着猎物逃跑的踪迹追寻而去。30分钟后，在一处山谷里的小河边，他发现了大量的猎物。曾阿牛瞄准了一只鹿的头，但一声枪响却打到了鹿的肚子上。曾阿牛很高兴，虽然瞄的头打到了肚子上，但是最起码不是空枪了。嘿嘿，这种感觉是真的爽啊，比做诱饵刺激多了。也不再多想，不断的瞄准射击，不知道打到了几头猎物，但他的1个弹夹已经清空了。随即他从空间拿出1个装满子弹的弹夹，换上后握着枪，小心翼翼地走到河边。曾阿牛看了看四散在周围的猎物，他开始收了起来。猎物不多，1只鹿，2只野猪，还有3只山羊。收完之后，曾阿牛在附近找了一个山洞，从空间里面拿出1个架子，把锅放了上去，又在里面加了1锅灵泉水，把各种火锅食材拿了出来，又拿出2瓶快乐水，就吃起了火锅。嘿嘿，这才是生活啊，这才是享受啊。丁，宿佐，你有一笔现金到账。真的收到了，看来这2天可以给爹娘好好改善生活了。饱喝足之后，曾阿牛不断的在山上转移着位置，只要看见猎物，二话不说，直接射击，再次收了1波猎物。曾阿牛从空间拿出手表，看了看已经下午3点了，于是便迅速的朝着村里的方向而去。等到了家里，已经下午5点半了。曾阿牛从空间拿出1只山羊放进背篓里，背着走了进去。此时的曾父和曾母也下工回来了。曾父看着曾阿牛背着背篓，就知道他进山去了，连忙把曾阿牛拉到了旁边。儿子，一个人进山可得注意啊，一个不留神就会酿成大祸的。你有你自己的想法，
和你自己的秘密，我也不阻拦你，但凡事要以你的安全为主，只要安全，啥都会有的。爹，你放心吧，我有把握，我也不会做冒险的事，你别担心，只要有危险，我肯定躲得远远的。说完之后，曾阿牛把背篓放下，拿出来了里面的山羊。爹，今天我们吃羊肉，我不会杀羊，还得麻烦你，今天我下厨，给你做一顿羊肉大餐，再配上一瓶酒，绝对的有滋有味。行，放那吧，我拿上刀具就杀，你去给你娘说一声，让她这回别做饭了。曾阿牛应了一声，就去厨房找他娘说去了。曾府看了看山羊上的伤口，又看了看曾阿牛的背影，他看出来了这山羊是用枪打死的，他不由得叹了口气。他也没问曾阿牛的枪是哪来的，但他相信曾阿牛是不会干出格的事情的。娘，今天吃羊肉，你就弄点主食就行了，待会我来做菜。行，阿牛。这时院门推开了，4个小孩高高兴兴地跑了进来，正是小虎、小梅、小龙还有外甥小军4个人。阿牛哥，我们把小军送回来了，我们回家去了。你们3个和小军进屋，等会哥给你们做好吃的。说完就转身进了厨房。曾府正在把羊肉剁成一块块的。爹，我来弄吧。小虎他们送小军回来了，我把小虎他们留下吃饭了。三叔他们应该还等着小虎他们回去吃饭呢。我本来想吃完饭去给大伯和三叔送肉，这回还是得你跑一趟啊，省得三叔他们着急，顺便把肉送过去呗。你想的倒挺周到，就是我还得跑一趟，行吧？你赶紧做饭吧，我去送去。娘，你也去屋里吧，我做啊。曾阿牛主要怕他娘在厨房，有些东西不好拿出来。再一个，曾母他们被饿怕了，做饭也不敢多放油和调料。曾母出去后，曾阿牛一个人在厨房忙碌了起来。羊肉冷水下锅，加葱姜料酒焯水，油热后加入香料炒香，加1勺豆瓣酱，倒入羊肉翻炒均匀，加1勺生抽，1勺老抽，放几粒冰糖，加1罐啤酒，2碗开水，焖煮40分钟。一套流程下来，香喷喷的红烧羊肉就出锅了。一家子开始吃了起来，再配上曾母做的玉米面饼子，一家子香得恨不得把舌头吞了。二舅，以后我们还能吃这么香的肉吗？旁边的小虎等人也看着曾阿牛，曾父和曾母也不例外。这一顿饭，不管大人小孩都征服了。明天下午再给你们做，天越来越热了，肉也放不住。明天下午小虎你们还过来吃饭，来的时候给你爹娘说一声，来吃我做的好吃的。曾阿牛在空间里用意念将之前打的猎物单独的圈了起来，随即又把成熟的麦子收割了，种上果树。做完这一切后，曾阿牛满意的泡了个灵泉澡。系统签到。丁，恭喜宿主签到，获得子弹500发。不错，正愁以后子弹不够用了，系统还是体贴啊。签到完之后，曾阿牛出了空间，背起背篓就向着深山走去。大概走了2个小时，曾阿牛突然就停了下来，只见不远处有2株灵芝，这可让他兴奋至极。我怎么这么傻呢？一个劲的盯着猎物，以后进山可得好好找一找药材，然后移植到空间种植。曾阿牛小心翼翼地把2株灵芝采摘了下来，收进了空间，然后用意念把灵芝种了下去，又用意念划分一块地，随后出了空间，在山上又找了起来。曾阿牛一路前行，忽然前面一株植物吸引了他。哈哈，终于找到野山参了，这东西功效甚大啊。曾阿牛从空间里掏出了一把小铲子，把野山参小心翼翼地挖了出来，看着大小应该有100多年，收进空间后用意念种植下去，然后又用灵泉水把野山参和灵芝都浇灌了一遍。今天的运气真是不错啊，才进山一会就收获了2株灵芝和1株100年野山参。随后曾阿牛继续往里面走，又发现了一株叶子长得像野山参的植物，小心翼翼地挖出来之后，果然是野山参，看着个头比第1株大多了，赶紧收进空间种植下去。就在这时，身后一阵腥臭的气味扑来，曾阿牛连忙朝旁边翻滚了过去，然后一个黑影从他旁边一闪而过。曾阿牛起身后连忙拿枪对准了黑影，等看清楚之后，一只老虎呲着牙对着他虎视眈眈。曾阿牛果断开枪，但老虎还是朝他扑来过来。曾阿牛立马进了空间。娘的，又是一只老虎，又是背后袭击，这是跟这个世界的老虎结下了不解之缘吗？系统，你最好以后给我签到出一个危机感应技能，他也不可能次次躲过偷袭啊，如果签到不了，你就自己解绑吧。系统没有声音，仿佛系统就是一个智障。曾阿牛气得骂骂咧咧的，看着外面流血的老虎在原地转圈。曾阿牛刚才的一枪没打到要害，老虎依旧很生猛，曾阿牛没有办法，只能扔出去了一个诱饵球。老虎闻到后一口吞下去了，然后就如醉酒般左摇右晃，随即昏迷了过去。还想偷袭我，我还是送你一程吧，下辈子记得做一只眼睛明亮的虎，可别做一只瞎虎。一枪结束了老虎悲惨的一生。这次曾阿牛没有像第1次那样吓得腿软，毕竟这已经是第2次了。经过了老虎偷袭后，曾阿牛也没有心情在山上转了，收了老虎尸体，曾阿牛朝着山下走去。一路上打了不少猎物，都是野鸡野兔。曾阿牛拿这些动物练枪法，一路走一路打，枪法也在不断的进步。这时曾阿牛余光不经意间的扫过，一只野山参再次被曾阿牛发现，赶紧上前小心翼翼的挖了出来，
看了看，大概50年左右。曾阿牛也没放进空间，而是放在了口袋里，然后捡起野鸡扔进了背篓里。就把这50年的野山参拿来炖鸡吧，好好的给家里人补补。做完这些，曾阿牛也把枪收进了空间，慢悠悠的回到了家里。这时曾父曾母还没下工，曾阿牛在院子里把野鸡处理干净，然后提着野鸡进了厨房忙了起来。1小时后，父母也下工回来了。曾阿牛把红烧羊肉和野山参炖鸡汤端上了桌。爹娘快尝一尝，我今天上山挖了一只野山参，打了一只野鸡炖的鸡汤，你们多喝点，补补身体。曾母看着眼前的饭菜，突然就哭了起来。曾阿牛不知道咋回事，连忙安慰道：娘，你这是咋了？怎么突然就哭了？阿牛，娘现在不知道你的外公和外婆咋样了，这2年灾年一直没回去过，也不知道你外公和外婆还有你舅他们有没有熬过来，娘担心他们一大家子。娘，明天我和你去看看吧，咱们先去城里准备点东西，然后骑3轮车，我拉着你去，你别哭了。舅舅他们一直都很孝顺，舅妈他们也心地善良，肯定不会不管外公和外婆的。阿牛，咱们明天早点去，我心里担心的厉害。曾阿牛连忙答应了下来。第2天一早，曾阿牛骑着3轮车，带着曾母和一大堆的东西，就往县城另一边河沿镇下面的杨家村而去。骑了大概3个小时，终于到了杨家村。小顾，阿牛表哥是你们吗？一个急切的声音从旁边传来。曾阿牛回头看去，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朝着他跑了过来。这个小姑娘正是曾阿牛大舅家的孩子杨平，小名杨小花，今年14岁。小花，你在镇上干什么？怎么就你一个人？家里怎么样了？你爷爷奶奶还好吗？小顾，爷爷奶奶快饿死了，已经好几天没吃饭了，现在都躺在炕上，家里没有一点吃的了。我来镇上找找能不能捡点吃的带回家去。阿牛，快去你外婆家。说完拉着小花上了3轮车。曾阿牛也急了，在他1000斤的巨大力量下，3轮车被他踩得仿佛要飞起来。爹娘，外公外婆，阿牛来看你们了。阿牛长高了。看着外公还想多说什么，却没力气说了。曾阿牛连忙跑了出去，拿了奶粉，急匆匆地进了厨房，然后把空间灵泉水烧热后冲了2碗奶粉，端了进去。娘，你和大舅妈把外公和外婆扶起来，我冲了2碗奶粉，这是补身体的，喝下去就会好点。曾母和大舅妈赶紧把老人扶了起来。曾阿牛把奶粉给2个老人喂了下去，拉着小花在3轮车上拿了10个鸡蛋进了厨房，先是给小花冲了1碗奶粉，又把鸡蛋煮了起来。小花，外公和外婆怎么成这样了？爷奶一天就喝一点野菜糊糊，也不吃饭，家里人怎么劝都劝不住。我爹娘还有2叔和2婶，跪在爷奶面前劝他们都不听。这几天家里断粮了，他们就不吃饭了，这是饿成这样的。曾阿牛知道了缘由后，也明白了外公和外婆为了省粮食，才生生的把自己饿成这样。还好他和曾母来得早，要不真的没救了。曾阿牛煮好鸡蛋，递给了小花2个，让她赶紧吃，然后又冲了2碗奶粉，拿着4个鸡蛋进去了。外公外婆，你们吃点鸡蛋，还有把这碗奶粉也喝了吧。大舅妈你也去厨房喝碗奶粉，吃点鸡蛋，这样你快熬不住了。阿牛，我不吃，留给你外公外婆吃，你快劝劝他们，我们怎么都劝不住。曾阿牛把空间里的灵泉水加热了一下，冲了2杯奶粉，然后赶紧给外公外婆服下。原本奄奄一息的他们很快就恢复了一点精神。阿牛，留着给小花他们吃吧，我们已经老了，再不能拖累你们了。爹娘，你们说的这是什么话啊？这次阿牛给你们带了不少的东西过来，够你们一家子吃了。外公外婆，你们快吃吧，放心吃，过几天我再给你们送吃的来。这次我带的粮食差不多有200斤，还有20斤肉和其他东西呢，你们快吃吧，下午咱们吃肉。听到曾母和曾阿牛的话，老2口才热泪盈眶的吃了起来。这年月谁家都不富裕，你们咋拿了这么多东西？爹娘，现在家里的日子好过了，小易和小玉现在也去上班了，这些东西都是阿牛换来的，家里还有粮食，你们好好吃饭，没有粮食我再给你们送过来。曾阿牛和曾母一直陪着外公和外婆聊天，知道曾阿牛家里现在的日子好过了，心情也好了不少。这时大舅和2舅一大家子也下工回来了，看着躺在床上的父母此刻精神了许多，也是高兴不已。曾阿牛连忙向他们打了招呼。小妹还有阿牛，此次真的是多亏了你们，若不是你们，我们这一家怕是不知该如何是好了。家中断了粮，爹娘也开始不吃饭了，我们本怕给你们添麻烦，也知道这年月家家都过得艰难，所以没有告诉你们。爹娘一直没有你们的消息，心中着实难受，也怪自己无能为力，无法帮衬你们。我们实在是别无他法，爹娘曾跟我们2人言明，谁敢将此事告诉你们，他们便自行了断，以免给儿女添乱。大舅和2舅说着话，眼泪都下来了。曾母看着2年不见的大哥和2哥变得如此苍老和消瘦，双眼也变得红了起来。大舅2舅，你们也不要自责，
这怎么能怪你们呢？咱们都是一家人，本该互相照应的。现在我和母亲来了，一切都会变好的。是啊，大哥、二哥，如今咱们一家人团聚就好，过去的苦日子就过去了。只要爹娘好起来就行。阿牛，你还要好好劝劝你的外公和外婆，以后要让他们好好吃饭。家里断粮的事，我们会尽快想办法的。大舅、二舅不必担心，我这次来带来了差不多200斤粮食，足以解解燃眉之急了。过一段时间我再过来给你们送点吃食。大舅和二舅听了曾阿牛的话，眼睛里都露出了希望的光芒。阿牛，这是真的吗？你们怎么带了这么多粮食啊？家里剩下的粮食够你们吃吗？曾阿牛赶紧给他们说了自己家里的改变，也说了粮食是自己在县里认识的国营饭店还有食品厂的领导换来的，也说了自己的哥哥和姐姐都上班了。大舅和二舅听完也是兴奋不已，为自己妹妹一家而感到高兴。这时跑进来了几个年轻小伙子，正是大舅和二舅的儿子。小姑、表弟，好久没见到你们了。众人又是一阵寒暄，纷纷不断的说起了这2年发生的各种事情。曾阿牛看着眼前的一家人，随即做了一个决定。当所有人听到曾阿牛要给兄弟4人介绍工作时，大家时又惊又喜。曾母也在这个时候解释到曾家那边的情况，众人听后也不再反对。第二天一早，一家子坐在一起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餐。饭后，曾阿牛和曾母跟大家一一道别后，便回了曾家庄大队。等到了家里，已经中午12点了，上工的曾父也已经回来了。阿牛，你外公外婆还有你舅舅他们怎么样了？爹，我跟我娘再晚去2天，外公和外婆可能都走了。怎么回事啊？你舅舅舅妈都是孝顺的，怎么能发生这种事呢？和舅舅他们无关，是家里断了粮，外公和外婆为了省下点吃的，就不吃不喝，舅舅他们多次劝说也没有用。随后曾阿牛就把外公外婆家的情况和给表哥们找工作的事情讲了一遍。曾府听后也是重重的叹了口气。阿牛，爹知道你现在有本事了，也有你自己的秘密，但万事都要小心。你帮你表哥他们是应该的，但一定注意自己的安全。只要你平安，以后机会还是有的，但你出了事可就没人能帮到他们了。爹，我知道没有危险的，我认识了几个城里的领导，都是在他们那换的，不会出什么事的。曾阿牛和曾府聊了一会天，曾母做好了饭，一家子就开始吃饭了。接下来的1个月，曾阿牛每天就是签到，然后去山上练练枪法，找药材，但签到的都是一些生活物资，没有出技能，反而是枪法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已经变得炉火纯青了。珍贵的药材空间里也种植了不少。山上的猎物，曾阿牛时不时的给家里和大伯、三叔家都送了不少，一家人的身体也变得好了起来。第二天早上，天还没放亮，上工的钟声就接二连三的响了起来。曾阿牛一家人也是急匆匆的吃完早饭，拿着工具就出门上工了。这是曾阿牛穿越到这个世界的第一次秋收，看着望不到边的玉米、高粱还有小麦，曾阿牛才真正的感受到了收获的喜悦。随着大队长在前面激情的鼓励了大家几句，然后一声开镰，大家纷纷满脸笑容的拿着镰刀等工具往地里走去，一直忙碌到下午6点多钟的时候，一家人才拖着疲倦的身体回到了家里。就这样，秋收的第2天，村里的广播再次响起来了。全体人员请注意，下午3点开始分粮，大家自己备好口袋，准时到大队部前面的广场上。曾阿牛也被这广播声吵醒了，醒来后看了看时间，已经2点多了。起身后和爸妈一起把家里的麻袋收拾好就出门了。这时的村子里一片喜庆，大家的脸上都满是笑容。忙碌了1年，终于到了收获的日子，大家都拿着自家的麻袋自觉地排着队分粮食。你们可别把粮食拿回去就放开了吃，虽然今年分的粮食多，但这可都是一大家的1年的口粮。整个大队的收成可没有去年好，就留了5000斤。你们要是吃几个月饱饭，把粮食都吃完，剩下的日子你们就等着饿死吧。有人纷纷赞同，也有一些人觉得等他们吃完粮食，灾年也就过去了，他们也不会饿死的。他们哪知道明年可比今年还要更难呢？曾阿牛也听到了这些谈论，随口说了一句粮食还是要省着吃，紧接着就跟自己的爹娘回了家。曾阿牛在空间里将玉米撒在动物活动的那块土地上，紧接着一群野猪野鸡就哼哧哼哧的吃了起来。曾阿牛挑选了6头大小不一的野猪，用意念把树枝削尖插在了野猪身上，然后放在了空间外的三轮车上。曾阿牛骑着车就朝钢铁厂驶去。这是一张自行车票，是厂长给你的，不算在交易范围内。谢谢李主任，我今天过来是想换工作的，我带了6头野猪，总共800斤左右。事情不好办了，工作名额还有2个，但是已经不能用肉交换，只能用细粮，1个名额200斤细粮。现在厂里的领导知道外面的情况，都在存粮食。嘿，自己的粮食可是比猪肉多得多啊，并且自己还能随时种粮食。李主任，我理解你们的为难，但这2个工作名额我要了，一共400斤白面，我下午就送来。我们家里的细粮我都拿出来，然后我在亲戚那再凑凑，这2个名额可得给我留着。给你留着没有问题，但400斤白面可不是小事啊。
你可不能冲动，我再给你想想办法。李主任，我知道，我们家里我可以打点猎物，再加上粗粮也能过得下去，我拿肉再稍微换点细粮，也就够家里人吃了。李主任看着曾阿牛的眼睛就知道曾阿牛没说实话，毕竟是当领导的，能没有一双火眼金睛？这个年月哪有为了给亲戚弄工作，把家里那么多粮食拿出来的？你小子心里有数就行，外面可别这样说啊，想好了借口再说。还是李主任高明啊，是我自作聪明了，以后会多注意的。我先去弄粮食，下午再过来。3轮车我也先用。你随便用就行了，下午来了直接来办公室吧，门卫那边我会打好招呼的。曾阿牛出了钢铁厂，来到了国营饭店，这才想起还欠着周哥一根虎鞭呢。于是曾阿牛也没进去，绕到了国营饭店后院的这边，找了个没人的地面进入了空间。曾阿牛用意念把2只老虎的虎鞭都割了下，又用袋子把2根虎鞭都装好，提着虎鞭就进去了，然后递给了周胖子。周胖子激动不已，寒暄了几句。曾阿牛转身又骑着3轮车来到了食品厂。你小子可1个多月没来看看叔叔了，是不是把你吴叔给忘了？吴叔，我怎么能忘了你呢？这不是这段时间秋收吗？家里走不开，这不一忙完就来看你了吗？你小子这次来又有什么事？直接说吧，我可知道你没有事可不会来找我的。吴叔，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可真是来看你的。已经看完了，你走吧。吴叔，我还有事没说呢。你刚才在嘀咕什么？我就知道你小子有事，赶紧说吧，和我还来虚的。吴叔，这次找你还是想换几个工作名额，您看看有什么办法吗？名额有，第一个用3头野猪换，但其他的你也别想了，是用粮食换的。现在的领导们都统一了意见，你就换一份吧，毕竟今年的粮食远比去年更加重要，一定要把粮食留在自己的手里。吴叔，我知道，但少量的粮食我还是能弄到的。一份工作名额多少粮食啊？一份名额200斤细粮或400斤粗粮。吴叔，这2份名额我都要了，明天我就送过来。这个是我给你带来了好东西。你小子哪来的这玩意？费了不少功夫吧？这东西吴叔就厚着脸皮收下了，别的不敢多说，但你放心，你的姐夫还有其他的亲戚来上班，我肯定给你照顾得好好的。吴叔承你这份情，以后有事尽管来找我。跟吴主任告辞后，曾阿牛骑着3轮车就走了，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在3轮车里放了400斤白面，就进了钢铁厂。李主任，粮食我已经带来了，这会就在后勤仓库。我们去把粮食直接搬到厂长办公室去。说着就拉着曾阿牛下去了。2个人下去后，叫了2个后勤的工人，扛着粮食就去了厂长办公室。厂长，曾阿牛带着粮食来了。小曾同志辛苦了，先坐下吧，坐下咱们慢慢聊。这次要粮食也是逼不得已啊，毕竟钢铁厂还有很多领导，你心里也别有意见。我也多次听李主任说过你，小年纪真是不一般啊。曾阿牛也很客气地坐在沙发上跟王厂长寒暄，一阵寒暄过后，2人都很高兴，看来都各自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王厂长给曾阿牛保证，一定会把他的4个哥哥安排到好的工位上，以后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能慢慢的上升，以后也有机会成为干部。曾阿牛也答应王厂长，以后有了猎物也会给钢铁厂送来，不过以后的猎物只能用钱或一些票据来交换了。就这样，曾阿牛带着4份工作名额离开了钢铁厂，回到了城里的家中，看着大哥曾毅独自坐在那里闷闷不乐的样子，曾阿牛赶忙走了过去。阿牛，我有个事跟你说，但不知道咋说。大哥，到底啥事？你倒是说啊，你这样我看着都难受。阿牛，我看上了一个姑娘。曾阿牛听完他大哥的话，然后又看到大哥害羞的样子，在一旁笑得直不起身。曾阿牛，你再笑我就揍你。就你还揍我？你信不信你这会敢打我？爹娘晚上就能进城，打的让你下不来床。早知道我就不跟你说了。曾阿牛，我现在才发现你就不是个好鸟。看着大哥快被气哭的样子，他觉得自己有点邪恶。他2世为人的岁数加起来都40多了，而亲哥曾毅也只不过一个18岁的少年。曾阿牛连忙安慰了几句，这才让曾毅平静了下来。大哥，你刚才说的是真的？真看上人家姑娘了？你小点声，现在就你跟我知道。那个姑娘也是你们钢铁厂的？是我们厂的，但她不是我们采购科的，是后勤部的。那你知道人家的情况吗？她有没有相看的对象？还有多少岁了？家里又是啥情况？还有人姑娘对你是啥印象？我打听过了，没有结婚，现在也没有相看的对象，家里的情况我还不了解。她来钢铁厂没多长时间，对我啥印象我不知道啊。我们就说过2句话啊。你们说啥啊？第一次她说同志，你知道采购科的科长办公室怎么走吗？第2次她说同志，李主任找你。哥，你别着急，过2天我去钢铁厂找李主任给你打听打听。哎呀，过什么2天？你明天去问问。我明天有事，明天我得去趟外公家，后天我去行了吧？曾阿牛在3轮车里放了50斤大米、20斤猪肉、2只野鸡、
2只野兔，还有2罐奶粉，骑着3轮车往外公家驶去。刚进院子，外公和外婆还有2个舅妈就高兴地迎了上来。小阿牛，你怎么过来了？家里没什么事吧？外公、外婆、大舅妈、二舅妈，我来看看你们。外公和外婆，你们身体怎么样了？阿牛，我们身体好着呢。自从上次你和你娘带着东西过来后，我和你外公没少吃，身体也就好起来了。阿牛，今天别走了，我们给你做你小时候最爱吃的葱油饼。是啊，阿牛别走了，我给你做你爱吃的鸡蛋羹。大舅妈、二舅妈，我确实想吃葱油饼和鸡蛋羹了，不过今天还有不少的事情呢，等过几天我再过来吃。那就我们这回去做，中午就稍微晚点吃饭，等你吃完饭了在家里歇会再回去。这一路过来的多累啊！说完，2个舅妈就去给曾阿牛做饭去了。曾阿牛陪着外公和外婆就进屋聊天，旁边还有表妹小花。小花，你现在还上学吗？表哥，我刚上到初一，然后再年就开始了，我也没去上学，就在家里上工。小花，你还想去上学吗？表哥，我也想去，但现在家里条件这样，还是算了吧。小花，家里的生活会变好的，我下午要带着你的4个哥哥去上班，以后家里的日子就好过了。你的学费我可以给你出，等你爹中午回来，爷爷给他说，让他明天就带你去报名，你的学费家里会想办法的，你别担心。阿牛，你真的给你4个表哥找好工作了？外公，是真的，这就是介绍信，我下午带表哥他们进城办手续，后天就能上班了。外公和外婆听到后也是高兴的流下了眼泪。这时，大舅和二舅还有表哥们都下工回来了，众人看见曾阿牛都很是高兴，曾阿牛也跟他们都问了好。饭做好了，大家一起上桌吃饭吧。随即一家人其乐融融地坐上了桌，虽然桌上就一盆放了野菜的高粱米面条，但是大家还是吃得很开心。饭后，大家也再次在院子坐在了一起。曾阿牛把自己带的东西拿了下来，这次我又带了50斤大米，家里的粮食就大家一起吃吧。等会我就把4个表哥带去工作，以后他们休息日回来的时候，也肯定会带点粮食过来的。我来的时候也会带粮食，所以就别节省了，最起码每天都要吃饱啊。还有我这次又带了2罐奶粉，以后你们都喝点。阿牛说的有道理，我们家里以后就都吃饱吧。老大，明天你带着小花去报名吧，报完名让小花继续上学，钱我们来出，你们没有什么意见吧？爹娘，我们没有意见，全凭你们做主。是啊，爹娘我们不会有意见的。小花上学我们也高兴啊，毕竟咱们家里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大舅妈和二舅妈也不断的说着话，哄着老太太开心。4个表哥也表态以后会供妹妹上学。外公看到家里人都是一条心也开心。阿牛，大舅不知道该说什么了，淡水以后不听你的，大舅绝对会打断他们的双腿赶出家门，并且不得再进族谱。阿牛，二舅也保证绝对和你大舅一样，容不得他们对你不利。曾阿牛也是无语了，自己就想帮帮他们，可没想过让他们来暴打。大舅、二舅还有大舅妈、二舅妈，我们是一家人，以后可别这样说了，这就是工作证明。大舅和二舅你们拿着去找大队长开证明吧，表哥们收拾东西，等会我们就得走了。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那就去忙吧。阿牛，你留下。然后大家就各自忙去了。外婆也上前去把门插上了栓子。阿牛，我和你外婆有东西给你。说完之后，拉着曾阿牛在炕上把一块砖头拿下来，然后外公把手伸进转了一下，一个地道口就出现了。等里面的味道散了一会，才拿着煤油灯拉着曾阿牛进了地道。阿牛，这个地道一直通到西山上，里面放着不少的宝物，只有我和你外婆知道。我曾是当地富户，但有一天雨子袭来时，我正和几个小伙伴在道里玩耍，侥幸躲过。待安全后，我们便上山当了土匪，专劫掠鬼子小队伍。我们队伍也日渐壮大。有一天来人报信说，有300多鬼子护送1卡车宝物，我们动了心思，发起伏击，虽全歼敌军，但自身也伤亡惨重。我与几名幸存者将宝箱搬进地道，鬼子获知后前来围剿，我中弹昏迷，醒来时发现所有同伴都已牺牲，附近村庄男女老少亦无一幸免。鬼子连搜数日，却未能找到那条地道。我在山里不知走了多久，最后因为伤势复发，在山里晕了过去，然后幸运地被你外婆救下。后来就是我和你的外婆成了亲，这些财宝最终也留了下来。因为附近村子的人都死绝了，所以也没人知道我当过土匪，一直和你外婆生活到了现在。等故事讲完，几人也来到了地方。曾阿牛看着眼前的财宝也是花了眼，光是大金砖就有2箱子，还有6箱金条和4箱大洋，旁边还有2箱子玉石，看着成色就知道价值不菲，还有4箱子古画和2箱子瓷器，最后则是2箱子珠宝。
阿牛这里面的财宝都是你的，等我们今天回去之后，就会毁了这个通道。山里面的入口我有地图，等回去我就给你，你想办法把这些东西从山里转移出去吧。以后怎么用就是你的事了。今天的事情切记不得对任何人说起，包括你的爹娘也不能告诉他们。我和你外婆也老了，现在把这些东西交给你，以后我们也不用惦记了。走吧，我们先回去，以后你再想办法吧。毁了之后只能从山里进来了，等你把东西转移走后，把山里的那个通道也毁了吧。外公外婆你们先走，我拿一块金条玩玩。好，我们在前面走，你快点追上来，要不等我们走远了啥都看不见了。曾阿牛回到放宝物的地方，手一挥，所有的东西都进了空间，然后朝着外公和外婆追去。之后3个人又走了半个小时才到了屋子里。从地道出来后，外公也转动了一下旁边的砖，然后整个地道就彻底的堵住了，任凭曾阿牛怎么使劲都一动不动的，就好像原本就是被固定死的。阿牛别费劲了，只要自毁装置开了，所有的砖都会复原，根本就动不了，所以也就代表着没有地道，这样才安全啊。曾阿牛在空间里把一箱箱的财宝重新整理了一下，光是黄金就有6大箱，还有一些数不尽的大洋玉石等财宝。看着眼前的箱子，曾阿牛不禁感慨万千，想不到外公当年竟如此猛啊，300多鬼子护送一卡车宝物都能全部拿下，而且还全歼鬼子队。人生中最大的悲哀就是这么多财宝在眼前，却不敢拿来出来花。一声长叹后，曾阿牛不再多想，出了空间就上炕进入了梦乡。第二天一大早，还在睡梦中的曾阿牛被一阵敲门声给吵醒了。阿牛，快起床，今天还有事要办呢，文哥他们还等着呢。听到自家大哥的声音，曾阿牛也没有了睡下去的欲望，穿好衣服就下了炕出去洗漱了。等曾阿牛收拾完后，把除了上班的剩下的其他人都聚在了一起。各位哥哥，我现在手里有6份工作名额，就是你们6个人的，其中有2个食品厂的，剩下的都是钢铁厂的，你们自己选想去哪里。阿牛，我们也不知道，都听你的，你安排吧。是啊，阿牛，你安排吧，去哪都行，我们不挑剔。那就这样吧，文哥和斌哥之前给你们说了钢铁厂，你俩还有杨林表哥和杨安表哥就去钢铁厂吧，杨森表哥和杨木表哥就去食品厂吧。众人都没有意见。曾阿牛说完后就带着众人朝着食品厂走去。到了食品厂，曾阿牛让曾毅带着其他人在门口等着，他带着杨森和杨木就进去了。吴叔，我今天带我的表哥杨森和杨木来办入职。表哥，这是食品厂后勤处的吴主任。你小子，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啊！先让你的姐夫王胜利带一段时间，熟悉后我再给他们安排岗位。谢谢吴叔，以后就拜托你了，我先走了，有时间再来看你。滚蛋吧，我可不信你没事会来看我。曾阿牛哈哈一笑，带着2个表哥就出了食品厂，然后与曾毅几人会合。阿牛，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好消息给家里人说一下。好的，杨森表哥随即直奔钢铁厂而去。这次就换成了杨森和杨木2个人在外面孤零零的等着。曾阿牛带着众人直接来到了李主任的办公室。李主任，我来带哥哥们办入职了。我听说你小子最近可弄来不少的工作名额啊，以后可得注意点啊。不过你也放心，该处理的围剿我和老吴还有周胖子都给你处理干净了，下次可不要一次弄这么多啊。谢谢李主任了，以后我会注意的。你是个聪明人，以后小心点就行了。你先让他们去街道会办理资料吧，然后再过来找我。哥，你带他们去办剩下的手续吧，我和李主任还有点事聊呢。说完对曾毅眨了眨眼，曾毅明白了曾阿牛要办什么事，高兴的领着其他人就出去了。李主任，我有件事想跟你打听打听，你们后勤处是不是前段时间来了个姑娘啊？是啊，有这么一个人，你是不是想找媳妇了？李主任，这可不能瞎说啊，我就想问问这个姑娘的情况。可惜了，姑娘叫吴红梅，刚18岁，前阵子进钢铁厂工作。她从小在厂家属院长大，挺有礼貌，性格大方，不拘小节，是个好姑娘。她爸是厂里的老工人，现在是车间主任，妈妈是街道干事，人也和善。她家人口简单，就一个弟弟一个妹妹，爷爷奶奶在二叔家，条件也不错。对了，他二叔就是食品厂的老吴，你也认识啊。我跟你说这么多，你自己不想找对象，那想给谁介绍？要不我牵个线，你干脆把他娶回家多好。李主任，这可不能瞎说啊，是我哥曾毅看上了，所以才托我来问问情况。原来是你哥啊，你们哥俩可真有意思，弟弟给哥哥找着说媳妇，不过曾毅也配得上红梅这丫头，你们家里有你小子，以后的成就也不简单。进来。李主任，我们科长让我来找你签字了。红梅呀，你先坐，别着急走，等李叔签完了问你点事。曾阿牛听到是红梅啊，就知道来的正是吴红梅，说不定就是自己以后的大嫂了，然后就看了几眼，这未来的大嫂跟自家大哥还挺般配的。
红梅呀，你也到了结婚的年龄，要不要李叔给你介绍一下啊？李叔，我现在还没有这种想法。说完后，心里不由得浮现出一个傻傻的模样。虽然见面不多，但也确实令吴红梅有了些许好感。她也知道了他叫曾毅。红梅呀，你也得抓紧了，这次李叔给你介绍一个，你们相看一下，不行就算了。吴红梅看了一眼坐在沙发上的曾阿牛，还以为相看的人是曾阿牛了。吴叔，还是算了吧。吴同志你好，我叫曾阿牛，其实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我大哥曾毅，拜托我来问问李主任，你有没有对象？刚才我和李主任正说这个事呢，正好你进来了，所以就问问你，你要不跟我哥见一面？如果不行，绝对不会耽搁你，我回去就给我哥说明白。曾阿牛竟然就是那个傻小子的弟弟，果真是个傻小子，这种事情还让自己的弟弟出面。那就见一面吧。嘿，那就好。吴同志，你看今天下午6点，我让他在国营饭店等你，行吗？好的。红梅，你答应了就好啊，小曾一家人还是挺好的。谢谢李叔，我知道了，我先去忙了。李主任，那我也先走了，我得把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我哥，还得去一趟食品厂。去吧，这事成了，你小子可得好好感谢我。哈哈，这个可不能忘啊，你可是媒婆呢。我先走了，等事情定了，我一定好好感谢李主任。曾阿牛出了钢铁厂，看看时间还早，就一路飞奔到食品厂吴主任的办公室，讲起了他哥曾毅和吴红梅之间的事情。吴主任听后当场就表示，如果吴红梅愿意，他这边也同意，并且也会说服他大哥大嫂那边。得到了吴主任这边的肯定，曾阿牛也是放下了心，寒暄几句后，就赶紧出了食品厂往城里的家赶去。哥，别想了，人家已经有对象了。曾毅听完后，饭也不做了，一下子没了精神。曾阿牛看他哥这种状态，也不敢斗了。哥，逗你的，都给你打听清楚了，没有对象，还有个惊喜要告诉你呢。吃完饭我就给你说。曾阿牛，你再逗我玩，我就和你拼了，没大没小的，谁给你教的？哥，你可别来劲啊！惊喜你还想不想知道了？这惊喜可是关于吴红梅的。吴红梅是谁？我真是服了你了，吴红梅就是你看上的那姑娘。她叫吴红梅，真好听，你快说啥惊喜？曾阿牛在空间挑选了一头不听话的野猪，用意念把削尖的树枝插在野猪身上，然后放在了三轮车里，又在空间里拿了些雪花膏、蛤蜊油等小礼物，推着三轮车就进了自家院子。大哥，你澡洗完了没有啊？时间快要到了。洗完了，走吧。大哥，三轮车里面的雪花膏等小礼物我都给你买好了，你待会记得送给未来的大嫂哦。八字还没有一撇呢。两人有说有笑的朝着国营饭店而去，刚要到的时候，就看见远处的吴红梅慢慢走来。红梅姐，这就是我大哥曾毅。哥，这是红梅姐，你俩进去吧，我去找周哥了。你好，吴同志，我是曾毅。你好，曾同志，我是吴红梅。吴同志，我们先上去吧。两人进了国营饭店，服务员带着他们来到了包间，而另一边的曾阿牛这会也正和周哥正聊得火热。老弟啊，你上次送我的虎鞭，我送出去可落了不少好处啊！我给你弄了一份工作名额，这可是专门给你弄的。你想去哪里上班，哥哥我保证给你弄来。曾阿牛听完后，心里想了一下，他也确实该去上班了，但他又不想上那种上下班时间都固定的班。周哥，我也不知道我去哪上班啊，我可不想每天到点上班，到点下班啊，你给我出主意呗。老弟啊，你要不去县政府的物资采购科上班吧？这个科室现在是独立的，你不用按时上下班，只要把采购的物资任务完成就可以了，工资也高，你进去就是47块钱的工资，以后还会涨的，而且还能享受到各种福利啊！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现在的县委书记是我哥，亲哥，所以你只要去我这会就去找我哥。周哥，那你怎么就在国营饭店当厨子呢？你别管这个，我跟我哥关系很好，你别瞎想，我当厨子完全是我自己做的。说你工作的事呢，你觉得咋样？谢谢周哥，这个工作确实合适我，让你费心了，我愿意去。客气什么，我就知道你愿意去，所以我提前就把介绍信要来了。你想哪天上班我就带你去，看以后谁敢欺负你。对了，周哥，我拉了一头野猪过来，你们要吗？肯定要啊，现在只要是吃的都要。说着两人就出去了。周胖子当即就叫了个人把车上的野猪弄了下来过秤。野猪170斤，3块钱一斤，总共510块钱，你装好了。曾阿牛接过钱，和周胖子寒暄了几句就出了后院。他先是去钢铁厂把三轮车给还了回去，又来到了供销社买了一辆自行车，刚准备骑车走，就看见曾毅满脸的笑容走了过来。阿牛，红梅那边同意了，我明天要上班，你帮我回去把父母接上来，商量一下彩礼的事情。还是大哥厉害啊！走，我们先回家，明早我赶回去。说完，两人高兴地骑着自行车往家里而去。第二天，曾阿牛早早的就起了床。系统签到。丁，恭喜苏祖签到获得技能综艺圣手，
宗医圣手里面包含了古今中来所有大成者的医术成就，还有各种偏方和药方等。嘿嘿，这个技能真不错啊！在这个年代，一点小病都可能要命。自己空间里种植着大量珍稀的药材，还有2只老虎的骨头，这可是好药材啊！整理好情绪后，曾阿牛骑着自行车就往曾家庄大队赶去。此时，曾母在厨房做着饭，曾府则坐在屋子里喝茶。看着曾阿牛骑进了院子，曾府连忙走了出来。阿牛，你这几天一直没回来，干什么去了？曾阿牛把这段时间去看了外公外婆，还有安排几个哥哥上班的事情说了一遍。刚好曾母也走了出来。爹娘，小军怎么没有在家啊？小军现在跟你三叔家的虎子他们，还有你大姐家的魏国他们，天天在村里疯玩，经常晚上都不回来，不是在你三叔家，就是在大伯家，吃饭也不回来。这小子玩的把外公和外婆都忘了。爹娘，下午你们和我一块去城里住一段时间吧，姐和姐夫也想小军了。那你走的时候把小军带走吧，我和你娘就不去了。城里邻居也不认识，我和你妈待着也没事干。爹娘，这次你们不去也不行了，大哥谈对象了。啥？你大哥谈对象了？啥时候的事儿啊？这孩子也不给我们说一声。随后曾阿牛把这件事情讲了一遍，但一听到吴红梅家里全是当官的，就很是担心。曾阿牛也看出来了，连忙解释道：爹娘，你们就放心吧，他二叔和我相处的挺好的，他会帮我们家里说好话的，你们就安下心吧。而且我也有工作了，只是没去报道呢。阿牛，你也有工作了啊？是哪儿的工作啊？工作好不好啊？娘，工作挺好的，是县政府的采购科，工资高，还能享受县政府的福利。我去了就有47块钱的工资呢。等今天下午回去，明天我就去报道。好啊，阿牛，你也要去上班了，等着你哥结婚后，你也得快点结婚啊！我和你妈就等着抱你们哥俩的孩子呢。爹娘，我还早呢，现在不着急结婚，等以后遇到合适的，不用你们催，我自己就着急了。好好好，不催你，以后你自己着急吧。你去找小金，我和你爹收拾一下东西，等会儿我们就出发。曾阿牛还没出门呢，5个小孩子就跑了进来，几人看见曾阿牛都高兴的不行，一个个的开口给曾阿牛问好。曾阿牛也不辜负他们的心意，从包里拿了不少的零食给他们。小虎，我们要去城里待几天，你回去跟大伯和三叔说一下。好的，阿牛哥，我记下了。然后领着弟弟妹妹还有魏国，拿着曾阿牛给的零食就一溜烟跑了。这时曾父曾母也把东西收拾好了。爹，我载着娘和小军先走一步，等把娘和小军放下，我再来接你。我还得去找刘大爷开一份证明，上班的时候要用。行，你们先走吧，我就沿着进城的路走。说完之后，曾阿牛就骑着自行车，后面坐着曾母，怀里抱着小军，找刘大爷开了份证明，就朝着县城而去。我带着40亿物资穿越到60年代，入职第一天就接到了采购科任务，谁曾想下采购物资时竟有意外收获。六叔，这位是我们县政府采购科的采购员20哥，这是我们的大队长曾永年，也是我的六叔。六叔您好，我就跟阿牛一样称呼您了，这样也显得咱们更亲近，您觉得呢？王同志你好啊，称呼啥都行。今天你们过来是有啥事吗？有事你们尽管说，我们村里能帮上的绝对不推辞。六叔，没啥大事，今天我们过来村里就是想问问村里有没有什么山货或野味啥的，我们想收购一点，价格方面绝对比收购站高，并且还能拿出一些票据和大家换购。原来是这事啊，没问题，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广播一下。大队长迈着稳健的步伐走到了广播设备前，他拿起旁边摆放着的话筒，先是小心翼翼地用手拍了2下，测试一下是否能够正常使用。各位村民，现在广播一个消息，咱县政府的采购员和咱们村的曾阿牛来咱们村采购山货和野味了，价格可比收购站高，而且还能用票据换购。要是家里有多余的山货、野鸡、野兔啥的，可以拿到村部这边来。当然了，全凭自愿，不强求。话音刚落，整个村子就像炸开了锅似的热闹起来，不少村民在家里就开始翻箱倒柜找存货。曾阿牛和王二林在村部没等多久，就有村民陆陆续续的赶来。第一个来的就是曾阿牛的大伯娘和三婶，提着一大袋干货，2只野鸡和1只野兔。阿牛，我们听见广播上说你来咱们村收购了，就拿着我和你三婶晒的干货，还有你大伯和三叔套的野鸡和野兔就过来了。阿牛啊，你可已经好长时间没回村里了，我们可都想你了。你大伯和三叔早上就去山上下套子了，要不听见你回来了，肯定比我和你大伯娘来的还早啊。大伯娘、三婶，我今天刚上班，前几天也在城里瞎忙，可没有以前那么自由了。你们以后就得经常去城里看我了啊，我可也是经常想你们啊。这会慢慢的也已经有村民拿着东西过来，曾阿牛也没时间和自己的2个婶娘聊天了，赶紧忙前忙后帮忙称重记账。王二林则负责检查货物质量和分发票据。没过多久，
村部就堆满了大量的干货，就连野鸡和野兔加起来也有10多只了。这次采购很顺利，既解决了村民缺少票据的难题，也让曾阿牛和王二林完成了部分采购任务。阿牛，今天可真是没白来啊，这些东西可不少啊。二林哥，可是这么多东西，我们怎么拿回去啊？干货虽然不重，但体积太大了，我们2个人的自行车可没办法运回去啊。这时，从山上传来了一阵枪声，响了片刻就结束了。在村部的众人都很紧张，不知道到底出了啥事。只见村里的一名民兵就向着他们跑来了。大队长，刚才我们在山上下套子的时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来了3头野猪，还好我们民兵队长反应快，直接就开枪了。队长怕枪声引起村里人的恐慌，就让我先下来报信了。我们打死的野猪身上有抓痕，队长说应该是被大型动物追赶出来的，要不野猪也不会跑到离村里这么近的地方。行，我知道了，你先回去。这个时间突然传来一阵枪声，村民肯定会恐慌的，我就不去山上了，先去村部，让大家安心。阿牛，3头野猪啊，要是我们能收个1、2头回去就好了。刘根哥，你们在山里打死的3头野猪大不大啊？这些野猪村里会怎么处理啊？阿牛啊，这3头野猪我们村里最多只能留1头，其他的2头都要送到公社去。只要用的是民兵队伍的枪，枪一响，那野猪就不是我们说了算了。枪支和子弹公社都有明确的登记，少了1颗子弹都会仔细询问的，所以我们才不拿枪打猎。那我们采购科要是收购这2头野猪行不行啊？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你们还是去问问大队长吧。王二林应了一声，拉着曾阿牛就要去找大队长。此时的大队长已经在大队部给村里的村民说了原因，村民听到没有人受伤，还打死了3头野猪，也都高兴的在村部前面的空地上等待着。六叔，这3头野猪你准备怎么处理啊？阿牛，六叔也不瞒你，这3头野猪肯定有2头要送到公社，然后剩下的1头杀了，给村里分肉。你们的意思我也知道了，你们想收购这个事情也不是没有办法。六叔，您说来听听啥办法？我和阿牛也确实想收购1、2头野猪回去。你们是县政府的采购员，公社知道了也不能拿这个事情怎么样，但有些事情还是得跟你们说清楚。首先，你们得把这次子弹的消耗给我们村里补上，还有就是让你们的领导跟公社打个招呼。这次你们采购科刚好碰上了这件事，所以就直接截留了，这样公社也不会说我们村里的。没问题，六叔，我马上就去县里找我们科长办这件事。阿牛，你就在你们村里等一会吧，我这会回去找科长借调1辆车，顺便把情况给科长说一下，等会我们开着车来拉东西。二林哥你去吧，我就在村里等着你。王二林走后，民兵和上山的村民抬着野猪浩浩荡荡的向村部走来，曾阿牛的大伯和三叔也在其中。还没来得及休息，几人就坐在村部门口，你一句我一句的聊着家里的家长里短。2个小时后，村部外面的空地上停下了一辆卡车，王二林和科长刘勇一起从卡车上下来了，一旁的村民都站在旁边好奇的观望着。呵呵，你这小子真是一员福将啊！上班的第一天就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惊喜，回去我就给你申请奖励。刘叔，奖励就别申请了，今天也是我和二林哥的运气好，我们村里也是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啊！来之前我和二林哥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收获。你小子带我去找你们大队长吧，今天你们大队长也是看了你的面子，要不2头野猪就直接拉到公社去了。随即曾阿牛带着刘勇就向大队长的方向走去，几番介绍后，刘勇把准备好的子弹和一些生活物资的票据递给了大队长。大队长看着手里的票据，连连感谢，随后就急匆匆地拿着子弹去登记了。第二天一早，曾阿牛踏着上班点来到了办公室，刚准备摸鱼，就被科长刘勇拉进了他的办公室。科长，你找我有什么事吗？我找你来有2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昨天你和王二林做得很好，领导让我给你们发点奖励，这是10块钱和1张手表票是奖励给你的，本来是没有手表票的，是咱们县委书记听到后特意让我奖励给你的。第二件事就是马上中秋节了，你们每个采购员都有自己的采购任务，这是你的，你看看吧。曾阿牛知道县委书记给自己手表票也是看在周哥的面子上，拿过采购单，曾阿牛看了一眼自己的任务，竟差点让他失声。上级说道，曾阿牛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村民的信任，超额完成了上面的采购任务。本以为第二天上班能够开始摸鱼躺平的时候，就被科长刘勇逮住，拉进了他的办公室。什么？科长，1000斤肉可不好采购啊，换算成野猪也得6头啊，还得是大点的野猪，要不都不够1000斤。我知道1000斤肉现在确实不好弄，不过你的采购任务是县委书记亲自给我的，并且让我带话给你，需要什么尽管说，把肉弄来就行了。这其中的事情我可不清楚，不过你小子心里肯定是清楚的。我哪能不清楚啊？肯定是周哥给他大哥说了我打猎很厉害，要不也不会给他这个任务啊。科长，
这个我尽力办吧，等会我就去找找，看看能不能凑够1000斤吧。这个肯定难不到你小子，只要后天下午3点以前你把1000斤肉送来就行了，其他的我不管。这2天时间你也不用来单位了。科长，现在就有一个问题，1000斤肉我怎么运回来呀？要不科长你给我申请一辆卡车，我开着去吧。你小子想啥呢？卡车就算了，不过可以给你借一辆3轮摩托车。这次你要是能带回来1000斤肉，我就去找后勤部长申请，以后那辆3轮摩托你就可以长时间骑了。3轮摩托车也行。走吧，我带你去，以后你跟他们认识了，你自己去就行了。老马，这就是曾阿牛，弄一台3轮摩托让这小子试试，没问题就让他骑着走吧。这位是后勤部的马部长，以后在外面遇到了你就叫马叔，我们2个以前是战友，我们这个工作跟后勤部是打交道最多的。马部长，我是曾阿牛，麻烦您了。你这小子还挺客气的，可不要像你们科长一样没礼貌，以后常来我们后勤部，看见你可比看见你们科长顺眼多了。不愧是战友啊，就这直白的说话方式还真有点像。老马，你可别打这小子的主意啊，我告诉你，这小子只能待在我们采购课，你赶紧带我们去骑3轮摩托吧，我可不想听你在这说我的优点。科长啊，您这脸皮是真厚啊，这都能让你说成优点，以前咋没发现你是这样的人呢？马部长带着他们来到了后勤仓库，走到一辆3轮摩托前，就把钥匙递给了曾阿牛。你小子上去试试，我看看你会不会骑，你要是不会骑，就在这个仓库多练练吧。马部长放心吧，我肯定能骑着走，这一看就很简单。曾阿牛可不会虚的，毕竟他有驾驶精通的技能，别说一个小摩托车了，就是飞机他都能开走。曾阿牛拿着钥匙骑到摩托车上，把钥匙插进去，然后使劲蹬了几脚，摩托车就打着火了。曾阿牛按下离合挂上档，再慢慢的把离合松开，摩托车就驶出了后勤仓库。曾阿牛骑着车在外面转了一圈，再次回到了仓库。马部长，我骑的还不错吧？行，你小子只要会骑就行了，把这桶油放车上，以后没油了你就来后勤部加就行了。曾阿牛接过马部长提着的油桶，然后和马部长和科长打完招呼，骑着摩托车就离开了县政府。这小子很有意思，要不把他调到我的后勤部怎么样？老马，这小子你就别想了，根本不是我们能调的。县委书记对他很是重视，当时是周家老三陪着他过来办手续的，他跟周家老三的关系可不一般啊。没想到啊，这小子还有这么大的本事，能入了周家的眼可不是简单的事啊。曾阿牛一个人骑着摩托车，也不知道先去干点啥，1000斤肉根本就不愁，空间里面抓的野猪也不少。随后他也不再多想，骑着车回到了家里，把摩托车停好后就直接上了山，凭借着自己的狩猎技巧，在山上发现了不少村民下的套子。曾阿牛一个人也不想引人注意，巧妙地避开了山上的村民，进入了深山。到了山谷里，曾阿牛悄悄地朝着小河边摸过去，只见河边有不少的动物在喝水。现在是农闲的时间，他可不敢拿枪打，只能从空间拿出诱饵，围着小河边走了一圈，撒下了不少的诱饵。然后曾阿牛就爬上了一棵大树睡了起来。1个小时后，曾阿牛醒来下了树，也是高兴不已，看着满地的野鸡和野兔，还有6只梅花鹿、14头野猪、18只野山羊和一些后来公认的保护动物。曾阿牛也没管公母，都收进了空间。以后这些动物可就越来越少了，空间里的这些珍稀动物，我可得好好保护起来。以后在空间里专门划分出一块草地，用来养殖这些珍稀动物，等数量多起来，就把它们放回深山吧。随后曾阿牛转身就下了山，骑上摩托车就往城里的家赶去。等曾阿牛到家的时候，天已经快要黑了，一家子正坐在饭桌上吃饭。怎么这个时候才回来啊？爹，我刚才回村里办了点事。阿牛，我们过完中秋就回村，小菊还小呢，在城里也没有玩伴，我和你娘回去的时候就带回村里吧。小玉，你和胜利休息日就多回几趟村里吧。爹娘，我们知道了，以后休息日我就和小玉回村。爹娘，后天就是中秋节了，明天大伯和三叔他们也都过来，我们是不是得准备点过中秋的东西啊？我们已经好几年没蒸过月饼了，今年能蒸点月饼吃吗？曾玉和曾毅也在一旁帮腔，主要是曾阿牛一提起蒸的月饼，他们也忍不住的想吃啊。曾父看着大家确实想吃，现在家里也有条件蒸月饼，也就同意了。阿牛啊，蒸月饼需要不少的东西呢，用的最多的就是白面，然后就是油和白糖，这些可都是紧缺的东西啊。娘，我有办法弄来，你是不是忘了我在哪上班啊？你就放心吧，我们单位的同事外出采购的时候都会换不少的东西，我找他们换一下就行。那娘就给你做，等明天你大伯娘和三婶到了，我们就开始揉面，大概过中秋之前就能蒸好。王胜利和曾毅也纷纷说道，他们也得为家里出点力，过中秋节的烟酒还有在供销社能买到点心和孩子们吃的零食等就交给他们2个了。曾玉也不甘落后，答应了明天要去给爹娘一人买一件成衣。曾父和曾母则坐在一起，笑眯眯的看着眼前的一幕，很是开心。曾阿牛一早起来就闪身进了空间，看到昨天抓的猎物这回正在草地上撒欢，他用意念在空间的山上划分了一大块区域，然后把昨天抓的岩羊、
灵牛等珍稀物种都转移了过来。以后山上的这块区域就专门养这些珍稀物种吧，等有机会去了黑省再进那边的大山里面抓点动物。空间山上的环境比外面的好多了，我也不用操心怎么养殖。现在的收购任务是1000斤猪肉，今天上午先送过去2头。随后曾阿牛拿枪瞄准了野猪群，砰砰砰，6只野猪就倒在了地上，其他的野猪瞬间四散而逃。曾阿牛也没管乱跑的动物们，反正他们怎么跑也出不了这块草地。在空间用意念把2头野猪都杀好后，又拿了6个麻袋把野猪肉都装好。曾阿牛就出了空间，骑着摩托车出了门。曾阿牛找了个没人的巷子，从空间里拿出装好的2麻袋猪肉，放在摩托车的车兜里，就朝着县政府去了。刚进了县政府，就看见王二林骑着自行车急匆匆的要出去。二林哥，你这急匆匆的干嘛去啊？阿牛，你怎么这回回来了？我着急去完成采购任务呢。二林哥，我过来找科长，我这摩托车里拉的东西不方便离开，你能帮我上去喊一下科长吗？行，我这就去。你直接去咱们采购科的仓库吧，在这也不方便，我上去给科长说一下，直接去仓库找你。好的，谢谢二林哥，我先去仓库了。曾阿牛到了仓库门口，就坐在车上等了起来。没一会儿，科长刘勇小跑着过来，打开仓库门，曾阿牛直接就骑着摩托车进去。2个人把肉抬下来放到秤上过了称，一共是320斤。你这小子是真有本事啊，这么快就把肉送过来了。科长啊，您可真是太抬举我了，我哪里会有那么大的能耐呢？都是以前上山打猎的朋友帮忙打的。昨天运气好，打到4头体型大的野猪，我先拉2头过来，剩下的我下午再拉过来。这4头野猪大概800多斤重，但距离任务要求可还差着200斤呢。要不您老给我想想办法。你小子这可找错人了，我要是有办法我就亲自去了，你自己想办法。如果肉不够，我看你这小子细皮嫩肉的也有100来斤吧，我就把你当成野猪顶上。科长，你这人心都黑了，怎么能拿我跟野猪比呢？我这刘叔可真是白交了啊！你小子也别在那耍宝了，赶紧滚吧！你可还欠着我680斤肉呢。明天如果真的凑不够1000斤，你小子就中午过来找我，这会赶紧滚吧！那我就走了，下午3点我把剩下的那2头野猪送来，你可得在库房等着我啊！我车上拉着东西，可不敢把车停那上去喊你，您老这会就陪着你的野猪吧。曾阿牛说完，骑着摩托车就跑了。刘勇听到曾阿牛的话后笑了笑，也没说啥。看着曾阿牛的背影，刘勇也在心里想到，这小子如果真的凑不够1000斤肉，那我可得帮一把这小子。不过这小子说话真有意思，明天得报这个仇啊！肯定是科长在背后骂我呢，这老小子是真不正经，竟然拿我跟野猪比。曾阿牛骑着车慢悠悠地朝家里走去，观察了一下四周，确保是安全后，从空间里面拿出了50斤白面、20斤食用油和10斤白糖，还有20斤猪肉和10斤羊肉放在了车兜里，骑着摩托车直接进了自家的院门。爹娘，我回来了，正月饼用的白面、油还有白糖我都带回来了，还带回来了20斤猪肉和10斤羊肉。阿牛，你咋这么快就回来了？爹，我去单位把任务交了就回来了。我们采购员跟其他工人不一样，只要有采购任务，就不用去单位按时点卯了，下午我再去交一趟任务就行了。曾父明白后也不再多问，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小儿子有自己的秘密，但只要还是自己儿子就行，至于什么秘密都不重要了。我先去把面发上，等你的大伯娘和三婶来了，我们就开始揉面。娘，我骑着摩托车沿着回村的路去看看吧。大伯他们带着几个孩子也不方便，路上遇到了我就把孩子们先带回来。曾阿牛骑着摩托车出了院门，一路朝着曾家庄大队的方向驶去，骑了20分钟才看见一群人浩浩荡荡的朝着他走来。随后曾阿牛先把几个孩子拉回了家。爹娘，今天中午的饭我来做吧。说完曾阿牛就进了厨房，先是把猪肉和羊肉都切好，然后又切了点土豆萝卜，弄完了就开始生火做饭。1个小时后，人也到齐了。曾阿牛把菜分开成了2盆，大人坐一桌，孩子坐一桌，一家人就这样边吃饭边聊天。曾阿牛看着这热闹的景象，也是高兴不已。吃完饭后，曾阿牛骑着摩托车就去县政府送肉了。到了仓库门口，科长刘勇已经坐着小板凳，手里端着茶缸在仓库门口等着了。看到曾阿牛来了，刘勇就起身打开了仓库门。曾阿牛进去后就和刘勇把猪肉抬下来放到了秤上，一共350斤，还差330斤肉，明天能凑够吗？科长，我也不知道啊，那回我去取猪肉的时候，我那几个朋友在山上还没回来呢，等下午我再去看看他们回来没。明天凑不够就早点来找我，我帮你想想办法。刘勇的一巴掌拍得曾阿牛肩膀生疼，毕竟是从部队转业回来的，手劲是真的大啊。科长，你不会再报复我吧？这可不是你一个大科长的作风啊。什么科长？这是我一个做叔叔的对侄子的关爱，你说对吧？对。曾阿牛在嘴上说道，心里却在想着怎么报复回来，一时也想不到什么好办法。突然看见门口刘勇的茶缸，顿时就有了主意。科长，下午我还得去忙呢，我就先回去了。说完，曾阿牛就推着摩托车出了仓库门，刘勇也跟在曾阿牛后面。曾阿牛趁着刘勇转头去锁仓库门，连忙把空间里特制的柠檬水倒进了刘勇的茶缸。刘勇也没发现
见曾阿牛的动作，锁完门转身就把茶缸和小板凳拿了起来。科长，我这里有颗糖，给你放茶缸里舔舔嘴，以后你可别跟小孩一样记仇啊。说完，曾阿牛就把一颗水果硬糖丢进了刘勇的茶缸里，气得他立马就想上去让曾阿牛感受一下来自叔叔的关爱。曾阿牛不给他机会，上了摩托车骑着就走了。最后走了不远，又掉头转来偷偷的看着刘勇。这小子真不是个好饼啊，说话是真他娘气人，还给我颗糖，真把老子当小孩子了。等明天必须得好好收拾一顿了。然后拿着茶缸狠狠地喝了一口，随即刘勇就一口喷了出来，酸得他五官都皱在了一起。刘勇知道肯定是曾阿牛搞的鬼，然后抬头就看见曾阿牛在不远处捂着肚子笑得直不起身。曾阿牛，你小子给我等着！曾阿牛把空间里猎杀好了的2头野猪放在摩托车上，然后骑着摩托车就往县城赶去。进了县政府，曾阿牛也没去找刘勇，摩托车停在仓库门口，把2麻袋猪肉放下。曾阿牛又推着摩托车掉了个头，这样等会好跑。他可没有忘记昨天自己整了科长的事，刚准备上车打火，就听见既熟悉又害怕的声音：“你小子，我看你这回怎么跑！”曾阿牛抬头望去，只见站在门口的刘勇笑眯眯地看着他。科长，你怎么在这？别废话，先把肉给上称。昨天的事我们等会再慢慢算。曾阿牛这次也不敢跑了，屁颠屁颠地跟着刘勇把摩托车上的野猪弄下来上了称。你的采购任务完成得很好，一共是1010斤肉，比任务还多出来了10斤。昨天我去汇报的时候，书记还夸奖了你，让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我办不了的可以去找书记。科长，咱们这边能不能给我分一套住房啊？您也知道，我可是农村过来的啊，在城里可没有属于自己的住房。那你现在住的房子呢？现在的房子我们一大家子住呢，我哥也马上结婚了，我姐和姐夫也在，这以后就住不下了啊。曾阿牛想再买一套房子，其实是想让曾玉和王胜利住。看着自己的姐夫在家里谨小慎微的，曾阿牛就想让曾玉和王胜利有一个自己的家。毕竟这个年代的女婿一直住在老丈人家，还是有很多风言风语的。这个没有问题，刚好这边还有一套空闲的院子，就分给你的。不过科长，不过什么？老马，快过来帮我把这小子按住。刘勇的反应很快，一下子就抓住了曾阿牛的胳膊，然后马部长也过来按住了曾阿牛的另一个胳膊。曾阿牛顿时一脸懵逼。不过今天刘叔要好好关心一下你这个侄子。老马，我们2个也别客气了，就一起来吧。说完，2个人各脱下一只鞋，一人一边对着曾阿牛的屁股就抽了起来。曾阿牛虽然不疼，但是他感觉很羞耻啊。马叔、刘叔，你俩放开我啊，这样让别人看到你们的一世英名就毁了。2人不顾曾阿牛的哀求，抽了几下就把曾阿牛放开了。呵呵，舒服。老马，谢了，下次还有这种好事我还叫上你。哈哈，活动一下筋骨确实舒服啊，我先走了，你们慢慢聊。小子，不要委屈巴巴了，现在还有一个正事给你说。最近其他乡镇已经有人饿死了，这次过完国庆，县里可能会派你去黑省走一趟，看看能不能收购点粮食回来，我们得早做打算啊。科长，去黑省我倒是没有问题，可关键是如果我收购到粮食怎么弄回来啊？这一路可不近啊。只能走铁路运回来，等会我带你去书记办公室，具体的书记会告诉你的。说完就带着曾阿牛去了县委书记的办公室。到了门口，刘勇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了请进的声音。刘勇就带着曾阿牛进去了。周书记，我把曾阿牛带过来了。好的，刘科长，那你就先去忙吧。曾阿牛，坐下吧，别拘束。我家那老三和我经常提起你，不过以后私下里你可得称呼我周叔啊。也就我家那不着调的老三，让你叫他哥。周书记开着玩笑说着。曾阿牛听到后心里也不紧张了，就和周书记聊了起来。小曾，这次去黑省责任重大，咱们县如今面临严重的粮食危机，百姓们能不能熬过这个冬天，就看你此行成果了。让你去是我点的名，但你也不要有压力。不管任何人去黑省，都不能保证能弄回来粮食，但哪怕只是带回来1斤粮食，也够一家几口人吃一顿了。书记，我一定全力以赴，尽量多弄回来点粮食。你走之前来我这一趟，我在黑省那边也有几个朋友，到了黑省，你先去找他们一趟，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去找他们就行。接着，书记递给曾阿牛一份文件，上面有黑省那边一些可能存有粮食的地址以及联系人方式。书记放心，我定不辱使命。离开书记办公室后，曾阿牛心里默默盘算着行程中的各种细节。他深知此次出行关系到全县人民的生死存亡，自己身上的担子无比沉重，但他也没有办法，时代的发展他也阻止不了。怎么样了？周书记说啊，国庆过完就去。你这次去一定要注意安全，人饿极了可啥事都能做得出来。这几天你就别来上班了，在家里好好歇几天吧。科长，摩托车我还能用吗？我想去村里给爹娘说一声。你直接去后勤部骑吧，上次已经给老马说好了，以后你想用直接去骑就行了。曾阿牛去后勤部骑上摩托车就离开了县政府。1个小时后，曾阿牛就回了曾家庄大队。阿牛，你怎么回来了？爹，
单位给我放了几天假，待在城里也没干的就回家里来了。单位怎么给你放假了？娘，过完国庆单位要派我去一趟黑省，所以就给我放了几天假，在家里歇着。黑省我之前听人说过，可离我们这有3000公里呢，来回都不知道得多长时间啊！还有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啊？路上安全不安全啊？你一个人去能行吗？娘，没事的，我坐火车去，火车上还是比较安全的，回来的时候也坐火车回来。阿牛啊，爹还是不放心啊，第一次就去这么远的地方，要不爹去找你们单位的领导，让他们换其他人去成不成啊？爹，这次去的任务比较重要，也是领导相信我才让我去的，你就放心吧。主要就是去那边收购点粮食，现在县城已经开始缺粮了，已经有人饿死了，领导也是没了办法才让我去黑省的。今年确实更不好过了，爹也知道你这次去很重要，但这么大的压力，完不成任务对你的影响也不小啊。爹，你放心吧，我会尽力去办的，但首先肯定会保证我自己的安全。曾府知道劝不住曾阿牛，坐在一旁也不说话了。接下来的几天，曾阿牛就在家里陪着自己的父母，偶尔去大伯和三叔家里陪他们聊聊天。离行的这天，村里所有人都在为他送行，嘴里还不断的说着一定注意安全，遇到事不要逞强，东西丢了就丢了，人回来就行了。曾阿牛感受着全村人关心，很是感动，一一保证后，骑着摩托车就来到周书记的办公室。阿牛，时间比较紧，我就长话短说了，等会我的司机会送你到火车上，相关的证明和文件我都给你开好了，这些东西你可得拿好。你到了黑省的宾县，就先去县政府找县委书记张正，然后再去找公安局的局长齐远，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你跟他们先混个脸熟，有事直接去找他们就行了。宾县的县政府能给我们抽调5吨粮食，这是一本持枪证，还有一把手枪和20发子弹，记住一定要放好，一旦有人威胁到你的安全，不要犹豫，立马开枪，后面的事由我处理，你不用操心，保证好自己的安全就行了。这趟火车上的列车长我给交代了，车上有事找他就行。谢谢周叔，你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曾阿牛带着满县城活下去的希望，被派遣到3000公里外的黑省采购数十吨的物资，在火车上经历7天，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宾县。曾阿牛出了火车站，找路人打听了一下，就去了宾县的国营饭店，主要是他想尝一尝这个年代的猪肉炖酸菜。小兄弟，你这是全国粮票，你没有我们本地的粮票吗？大姐，我是来宾县出差的，刚下火车还没来得及去换呢。小兄弟，我用5张本地粮票换你这张全国粮票可以吗？曾阿牛点了点头就答应了下来。什么全国粮票和本地粮票他根本不在乎，空间里那么多的物资，他自己根本就用不到粮票。曾阿牛做了没一会儿，收银的大姐就把饭菜给端过来了。待他吃完饭后，跟收银大姐问了一下去宾县政府的路，就出了国营饭店。曾阿牛站在县政府门口，看了看县政府的布局，比他们县里的大气多了。你小子瞎瞅啥？这是县政府，没事就赶紧走吧，别站在那瞎瞅八瞅的。我就瞅了，能咋地？曾阿牛刚说完，转头就看见一个50、60岁的大爷气势汹汹的朝着他就走了过来。大爷，我开玩笑的，我就随口一说，我来县政府是找人的。谁是你大爷？来，咱俩比划比划。这大爷是血脉觉醒了，还跟我比划比划，不知道小爷我身怀绝技吗？曾阿牛连忙从兜里掏出一盒烟，然后把烟也塞进了大爷的口袋里。面前的老大爷这才消了气。算你小子会来事，说说吧，你来县政府找谁？大爷，我来县政府找张正书记，他今天在不在啊？张书记可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的，你一个小孩子找张书记干啥？大爷，这是我的工作证，我是从陇市过来的，来之前我们书记已经跟张书记沟通好了。那你就跟我进去吧，见到张书记我再离开。曾阿牛点了点头，就跟着大爷进了县政府，到了县委书记办公室门口，敲了下门就进去了。办公室里面的一名中年男子正坐在椅子上，看见进来的人也是连忙起身。哎呀，齐叔你怎么还上来了？有啥事您就让其他人来叫我就行了，怎么能让你亲自跑一趟呢？爬几步楼算什么？现在操起步枪，我依旧能上战场打鬼子。对了，这小孩说是从陇市来找你的，我带他上来，顺便确定一下是不是真的。你就是曾阿牛吧？老周已经提前给我说了，快坐快坐，齐叔是真的，就是周明那老小子让过来的。你这孩子，你早说是周明让你过来的，我就不拦着你了。齐大爷，我也不知道您老认识我们书记啊。我跟他爹可是一个战壕的老兄弟啊。小张，晚上带这小子来我家吃饭，我就先走了。小曾啊，
你啥时候到的？张书记，我快中午才到的，在国营饭店吃了饭就过来了。叫什么张书记？就跟老周一样叫我张叔就行了，在我这就别客气了，我跟你周叔那可是老交情了。行，那我以后可就叫张叔了。这样就对了，你来黑省的用意，老周提前给我安排好了，绝对不会让你空手而归的。你这几天去附近的村里碰碰运气吧，能收购上点更好，收购不上也有张叔给你托底。曾阿牛听到张书记的话，也感觉心里暖暖的。虽然自己以后不会在体制内发展，但是还有几年就要起风了，那时候可一点都不安全。谢谢张叔，我知道了，我也会尽力的收购到一点粮食，毕竟我们县里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啊。曾阿牛和张书记在办公室交谈了1个多小时才结束了话题，而这个时候刚好下班，张书记带着曾阿牛就前往了齐大爷家。刚进门，一个中年男人迎了上来，拉住曾阿牛的手。你就是小曾吧？我是你齐叔，来到齐叔家就跟自己家一样，千万别客气。黑省人是真的热情好客啊！曾阿牛还没来得及适应这样的热情，就被赶忙拉到饭桌上喝起了酒。齐奶奶和齐阿姨则是一直给曾阿牛夹菜，齐大爷、齐远还有张书记这边则是疯狂的和曾阿牛喝酒。就这样2瓶喝完还不尽兴，齐远又拿了2瓶，后果就是曾阿牛不知不觉的睡了过去。第二天早上，曾阿牛睁开眼看了下环境，猛地坐了起来，坐在炕上回想了一下，才知道自己昨天晚上是在齐大爷家睡的。看了看手表，已经上午10点了。曾阿牛也不再耽搁，连忙收拾好出了屋子。小曾啊，你起来了，我去给你弄点早餐。不了，齐奶奶，我得去忙了，我这次过来是带着任务来的。小曾，那你去忙吧，不管做什么都要注意安全。你张叔昨天走的时候给我说了，让你今天醒了去找他一趟，他有点事要给你交代。好的，齐奶奶，那我先去找张叔了。说完转身就离开了齐家，直奔县政府而去。张叔，我来了。坐下吧。今天让你过来是给你拿点东西，这是老周给你邮寄过来的，你自己拿着这么多的现金不安全，就给你邮寄了过来，还有不少票据，这些都是你用来收购粮食的。张叔，那我就先去转一圈，看看有没有能收购粮食的法子。小曾，你如果去一个村一个村的收购太费劲了，我给你个思路，你去我们县城下面的村里找各个村的大队长，不过你可能得给他们不少票据，这个事我们县里不能给你办，只能你自己去收购了，毕竟现在各个地方缺粮严重。张叔，我知道了。张书记的话，曾阿牛也明白，现在的粮食是全国的大事，张书记也不敢在明面上把黑省的粮食支援给自己的老友，更不能用县政府的名义去老百姓家里收购。曾阿牛出了县政府，就去找国营饭店的收银大姐，通过收银大姐，在县城边上租了一套可以放粮的院子。等大姐走后，曾阿牛进入了空间，把自己易容成了一个40岁的中年汉子的形象，然后出了空间就向宾县的黑市而去，直至转到天黑都没有找到。刚准备转身回家时，背后一道声音叫住了他。曾阿牛带着全县人民活下去的希望，被派遣到3000公里外的黑省采购物资。在空间里面，曾阿牛把自己易容成了一个40岁的中年汉子形象，才知道要想采购数十吨的物资，只能前往一个地方，那就是黑市。兄弟，第一次来吧，跟我走，你刚进了巷子我们就知道了。看来宾县的黑市还是和我们那里一样啊。曾阿牛没有接话，跟着那个人就走进了旁边的巷子，然后又拐到了另一条巷子。曾阿牛才看到了宾县的黑市，黑市口站着2个中年大汉，看着有黑市的人带路，也就没拦着曾阿牛。曾阿牛还以为自己得掏一点钱才能进去呢，谁知道人家都没搭理他。你们黑市进来买卖东西不用交钱吗？要交，不过第一次来的人不用交钱，下次来就得交了。那你们能记住吗？来黑市的人可不少啊。没来过我们黑市的根本就找不到，就像你这样的，能自己来的都是来过的。曾阿牛明白之后也不多问了，进来黑市就朝着四周看了过去。宾县黑市的规模可比他们那的大多了，里面卖的也是乱七八糟的，有卖粮食野味，还有卖古董的，而且买的还很多。曾阿牛转了一圈就直接来到黑市入口处。兄弟，我想找你们黑市的负责人谈一笔生意。等着。另一个大汉听完曾阿牛的话转身就走了。曾阿牛也知道应该是去找黑市的负责人了，也不着急，就在一边等了起来。过了10分钟之前的那个大汉才回来。走吧，我们老大答应借你了。曾阿牛也不怯，毕竟他有格斗大师的技能，而且空间里还有100AK47呢，真威胁到自己的生命安全。曾阿牛也顾不得会不会暴露空间了，肯定会拿枪就给他们突了。曾阿牛跟着黑市的大汉左拐右拐的，给曾阿牛都绕迷糊了，才在一处院子门口停了下来。进来吧，老大在等着你了。曾阿牛进了院子，小年轻就把门关上了。曾阿牛表面没在意，但也做好了随时掏枪的准备，跟着小年轻进了屋。屋内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个40多岁的中年人，额头上有一道刀疤，看着还挺吓人的。老大，人带来了，我去看门了。兄弟，坐吧，我姓楚，道上的兄弟们都叫我楚老大。听我兄弟们说，你有一笔生意要跟我谈。楚老大你好，
我姓王，确实是我有生意要和你谈一下。在黑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曾阿牛也就随便编了一个姓。王兄弟你好，说说吧，是什么生意？楚老大，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来是想收购大量的粮食，价格你可以提。粮食我们之前存了不少，但这些可都是留着今年冬天卖的。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越来越严峻了，这些粮食现在卖给你，我可就没有那么大的利益了。你说的这些我也明白，价格我也可以给你给高点，就是不知道你这里有多少粮食。王兄弟，你要多少？我要的粮食多，有多少我就要多少。我可以给你4000斤小麦和4000斤玉米，小麦1块5，玉米最低1块。楚老大，这个价格有点高了吧？王兄弟，这个价格真不高，我看你也不是普通人，外面的情况你应该也了解吧？这个价格并不高，我敢说今年冬天这个价格可能都得翻1倍。给你卖这个粮食也是因为我想拿着卖粮的这笔钱去收购更多的粮食。曾阿牛算了一下，周书记就给自己邮寄过来了1万块钱和不少的票据，这一下1万块钱可就没了。但曾阿牛必须得买黑市的粮食，要不然他空间里面的粮食就没办法掺进去啊。行，楚老大我同意了，粮食今天晚上就可以交易，钱我也会准备好。还有我想问问楚老大，你们黑市收不收野兔啊？收，只要是肉都收，一只野鸡3块钱，兔子4块钱，我只能给这个价格。我那有200只野兔和200只野鸡，你这能吃得下吗？曾阿牛也想把空间里的野鸡和野兔处理一部分，这么多东西他也吃不完，现在多存点现金为以后的开放做准备，毕竟开放后手里的钱越多，挣的也就越多。穿越前他是富2代，以后自己可能就是创1代了。没问题，吃得下，你尽管带过来就行了。野鸡和野兔一共是1400块，你还得带8600块的现金。行，楚老大我会准备好的，那就今天晚上10点，咱们在县城东面的小树林交易吧。曾阿牛租的院子就离那小树林不远，和楚老大告辞后，曾阿牛就出了黑市，看了看手表，这会才8点钟。先去小树林那吧，我也得布置一番，虽然不怕黑吃黑，但一个人肯定得做伪装啊。曾阿牛走到县城东面的小树林周边，在四周转了一圈，确定周边没有人，就从空间里面放出来了一辆符合这个年代的大卡车。开着卡车在四周转了一圈后，曾阿牛就把车停下了，然后卡车里面等着，等了20分钟。曾阿牛看见有灯光，意念进了空间，拿出来了200只野鸡和200只野兔，放在了车厢里，然后把手枪压上子弹，别在了腰间。手枪就是做样子，真正的大杀器还得是空间里的 AK。等了一会儿，一辆卡车朝着曾阿牛的方向驶过来。等卡车停下后，曾阿牛也下了车。是王兄弟吗？楚老大是我。王兄弟怎么就你一个人啊？楚老大，我那几个兄弟就在附近呢，他们一般不怎么见生人，就去树林里面了。王兄弟，既然你的几位兄弟不愿意出来就算了，咱们继续交易，你先去验验货吧。随即曾阿牛过去打开麻袋，手伸进去抓了一把小麦。楚老大把手电筒对着曾阿牛的手，曾阿牛看了看小麦的成色还不错，都是今年的新粮，然后又去看了看玉米，也是今年的新粮。楚老大，这里外都一样吧，我也就不一袋一袋验了。王兄弟你放心吧，绝对里外一个样，所有的小麦和玉米都是今年的新粮，里面绝对没有掺任何东西。那楚老大也看看我带来的野鸡和野兔。楚老大一个小弟利索的上了车厢，看到没有问题，小弟就给楚老大点了下头。楚老大，这里剩余的8600块现金，你点一下。楚老大接过曾阿牛递过来的钱，开始点了起来，确定没有问题后，就吩咐着小弟们把车上的粮食搬了下来，然后又把野鸡和野兔装到车上，跟曾阿牛打了个招呼就离开了。曾阿牛也开着卡车到了租的院子，下车看了一下四周没有人，直接把车带粮食都收进空间。看来明天还是要进山一趟，不然这么大批量的收购会让人怀疑的。曾阿牛从空间里面拿出一把电锯，然后把周围的大树放倒后就收进了空间，在空间里面用意念把大树搭成了一个木头房子，顺便还做了一些家具。把这些都弄好之后，曾阿牛就把房子放在了空间外的空地上，摆上了烧烤炉子，随即又在周围撒上了诱饵。该吃吃该喝喝，这才是牛马该有的生活吗？曾阿牛吃着烧烤，喝着可乐，看着四周的风景，只感觉生活是如此的惬意。或许在这个年代，只有他自己是在享受生活吧。可是好景不长，一阵狼嚎传来，曾阿牛就被狼群包围了。狼群看都没看曾阿牛一眼，朝着曾阿牛撒下的诱饵就扑了过去。他喵的个咪的，老子诱饵可不是为了让你吃的。曾阿牛看着狼群骂骂咧咧的，随即也不客气，对着狼群的方向就练起了枪法。只要没倒地的狼，曾阿牛都会赏他们一颗花生米。丁苏左，你不觉得这样做太残忍了吗？哟呵，看来你还是有情感的吗？或许你会可怜倒了一地的狼，但谁又会为他们吃了的羊而心疼呢？就像当今的不停工作的人民，谁又会去体谅他们当牛马的辛苦呢？系统再次进入了沉默，曾阿牛也没继续追问，只是意念一动就把这些狼收进了空间，然后继续享受着这惬意的生活。第二天，曾阿牛一大早就起来了。系统签到。丁，恭喜苏左获得动物养殖技能大全。此技能乃是一部涵盖了这个广袤世界中所有动物养殖之法的宝典秘籍。
这个就很不错。现在空间里面也有了不少的动物，以后还得继续收集那些珍稀的物种，就算在现实世界中养殖，我也可以保证家禽不会发生疫病。随后曾阿牛出了房子，拿着枪在四周转了一下，发现草丛里有几只野鸡和一头傻包子。这玩意可在后世传说不少啊，各种评论褒贬不一。狍子肉好像挺好吃的。曾阿牛为了不让这只狍子感受到痛苦，在狍子的睡梦中直接嘎了它，然后收进了空间。随后坐在房子门口喝了一杯豆浆，吃了2个包子，就把房子收进空间，继续朝着山里走去。曾阿牛一边走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在一处山沟边却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了不少野猪经过的痕迹。在狩猎技能和动物养殖的双重 buff 加持下，曾阿牛一路追了上去，走了20多分钟，就看见前面野猪群正在哼唧地吃着食物，而且其中的一头野猪也是大的出乎意料。曾阿牛拿着枪直接瞄准了这头大野猪的脑袋，砰砰砰，枪声一响，这头野猪当场嗝屁，但其他的野猪受到惊吓却乱窜了起来。其中一头野猪对着曾阿牛所在位置就冲了过来，曾阿牛自然不会客气，拿着 AK 就是一梭子。等打完这只，其他的野猪早已不见了踪影。曾阿牛手里握着枪，心里很是兴奋。这可比用诱饵抓猎物更有成就感，尤其是 AK 的后坐力，那是相当的霸道啊！曾阿牛把2头野猪收进空间，找了一处环境清幽没有异味的空地，放出了在空间里的房子，然后把上午的狍子肉放进锅里，放好调味料就煮上了。吃完午饭后，曾阿牛收了东西，继续朝着深山走去。他计划用7天的时间在山里打猎，享受一番放肆的生活。走了2个小时，突然听见前面传来了一声虎啸，曾阿牛连忙握紧枪，悄悄地摸了过去。只见一只巨大的黑熊和一只凶猛的老虎正在激烈地搏斗着。黑熊站起身，不断地嘶吼着，老虎也不甘示弱，直接跳了上去。黑熊用粗壮的熊掌猛击老虎，老虎则用尖锐的牙齿撕咬黑熊的身体，场面异常激烈。老虎和黑熊都是大型凶兽，怎么会打在一起了呢？曾阿牛悄悄地躲在一旁的草丛中，大气都不敢出。而在2只凶兽搏斗的不远处空地上，他看见2只黑熊幼崽，这才明白了一切。老虎张牙舞爪地向黑熊扑去，黑熊毫不畏惧地迎了上去。他们互相厮打着，发出了阵阵咆哮声。突然，老虎使出了全力，一下子将黑熊扑倒在地。黑熊挣扎着想要起来，但老虎紧紧地按住了他。曾阿牛也不再耽搁，连忙从空间里面拿出来了2个大诱饵球，对着老虎和黑熊的方向扔了过去。按着黑熊的老虎鼻子嗅了嗅，一个虎扑就把诱饵球咬在了嘴里。黑熊闻到诱饵球的味道也来了力气，起身后也过去把诱饵球吃了下去。远处的2只小黑熊踉踉跄跄地跑过来，四处寻找着诱饵球。曾阿牛看见后，又拿了2个小诱饵球扔了过去。这回的黑熊和老虎已经倒下了，2个黑熊幼崽顾不得自己的熊妈妈，再次闻到诱饵球的他们格外的兴奋，后果就是跟他们的熊妈妈一样倒在了地上。曾阿牛把东北虎和黑熊一家收进了空间，就继续朝着深山走去。接下来的几天收获最多就是些野猪野鸡，但最重要的就是那些珍贵的药材了，尤其是那品相极好的灵芝，更是世所罕见。其次就是东北虎和黑熊一家子了，空间里的珍稀物种又增加了。盘点完收获，曾阿牛就上床睡觉了。第2天一早，曾阿牛起床就往山脚下赶去，一直到下午6点才走到山脚。这会天也黑了，曾阿牛在四周观察了一下，没有人，从空间里放出了之前的那辆卡车，开着车就去了租好的院子。曾阿牛用意念将车上的粮食转移到屋子里，然后又在空间里取出了4000斤小麦和4000斤玉米混在了一起。现在粮食总共14吨多，也差不多了，看来也得计划返程的事情了。第2天，曾阿牛早早的就醒了，吃了早餐就去县政府找张书记了。张叔，我回来了。哎呦，你小子可终于回来了，先给你周叔回个电话的。你走的这几天，你周叔每天给我打电话问你回来没有。喂，老张，曾阿牛是不是回来了？有没有事？周叔，我已经回来了，任务也完成了一点，这几天我再转转看看能不能再收购点。小曾，收购不到就算了吧，把收购的粮食和你张叔给我们支援的带回来，你就立大功了。一定要注意安全啊！你这连续几天没音信，我们也很着急啊。曾阿牛听着周书记不停的关心，心里也是暖洋洋的。随后曾阿牛把事情说完之后，就把电话递给了张书记。几分钟后，张书记就把电话挂断了。小曾啊，真是好本事啊，事情办得很漂亮啊。等会你和我的司机去汽车队开一辆卡车，把粮食运到我们县政府的大院里，这里安全不用怕人惦记。曾阿牛在空间里拿出了5000斤白面、1万斤红薯和1万斤土豆，放在了郊外租的院子里。有了黑市做借口，曾阿牛再次来到了张书记的办公室。你小子今天过来有什么事啊？明天下午来我们家里吃一顿饭吧，马上你就要走了，怎么也得来我这个叔叔家里吃顿饭啊。张叔，我明天下午就过去，这回来找您是想通过您这给周叔打个电话。行，那你小子打吧，需不需要我出去
张叔，您这说的什么话？您不用出去，我跟周叔说的本来也得有你的参与啊。张书记拿起电话就给周书记摇了过去。哎，老周啊，曾阿牛那小子找你有事说，你俩聊吧。周叔，我是来找你申请资金的。我打听了一批粮食，但我现在手里没钱了。需要多少钱你尽管说，我这边等会儿就去汇钱，但可能没有那么快，我直接汇给老张。你需要多少钱我会给老张说，让他们先给你拿钱。周叔这次的粮食不少，大概需要2万块钱，最近粮食的价格又涨了。我等会儿就和老张沟通，你一定注意安全，一定不要忘了大后天早上的火车要及时上车。曾阿牛和周书记说完就把电话递给了张书记，等了一会后张书记挂了电话。你小子确实厉害，粮食的来源我就不问你小子从哪里弄来的，老周也就是派你来了，其他人想从我这里弄走这么多粮食可不容易啊。你小子交易的时候要小心黑吃黑，有问题把钱交给对方就跑，在外面县里他们还翻不了天。原来张叔早就知道我在黑市交易，不过这次可是很安全的。你明天早上来县政府拿钱吧，毕竟也不是一笔小钱，今天下午还得讨论也得准备。我给你说的话要记得，安全第一，东西给你他们我们还能拿回来，命丢了可就没办法了。谢谢张叔，我明白了，我一定记得您的教导，安全第一。曾阿牛出了县政府，心情不由得高兴，看到门卫室的齐老爷子正在喝茶看报纸，便走过去打趣道：齐爷爷，您老这日子是真的不错啊，但您老现在这个年纪正是拼搏的好时候，您怎么就干上了看大门的活生了？你个混蛋玩意会不会说话？老头子我都快70了，还怎么拼搏？现在正是你们年轻人拼搏的时候，你一天天吊儿郎当的，老头子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都上战场了。曾阿牛听到齐老爷子说自己上战场的事就来了兴趣。齐爷爷，您给我讲讲您老的光辉事迹行不？想当年我14的时候，曾阿牛就这样跟齐老爷子聊了一下午，心里对齐老爷子也满是敬佩。这位老爷子把近代史的战斗基本都参与了一遍，还立下了汗马功劳。齐爷爷，你怎么现在在这看大门了啊？建国后，国家慢慢的稳定了，老头子我自觉对国家没什么用了，就拒绝了老领导让我在国都认真的决定，带着你齐奶奶他们回了老头子的家乡。回来后在家待不住，这不就来县政府看大门了吗？老头子我这双眼睛，好人坏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你以为老头子我是吃干饭的吗？齐爷爷，怎么可能呢？我就是好奇，我对您老人家的敬仰之情可是如那滔滔江水啊。算你小子会说话，走吧，回家吃饭，你的事情吃完饭再去忙吧，耽误不了的。曾阿牛听完齐老爷子的话也答应了下来，跟着齐老爷子回到了齐家。众人在温馨的氛围下吃起了晚饭。吃完饭后，齐老爷子咳嗽了起来，曾阿牛连忙关心道：齐爷爷，我来给你把脉。我小时候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了一个老道士，给我教了不少东西，走的时候还留下了一本医书，我跟着这本书一直偷偷练习。这件事我家里人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练的有没有效果，一直也没有机会实践，今天还是第一次。那你就给老头子把脉，试一试你所学的医术。曾阿牛握住齐老爷子的手腕开始把脉，现在他的医术可以成为这个世界的第一人，所以齐老爷子的问题他一上手就知道了。齐爷爷，您是不是以前肺部中过弹啊？还有您老的腿上也中过弹吧？你小子还真的学出来了仙门道。20年前我确实受过一次伤，那次差点就把命丢了，一颗子弹打在了我的腿上，一颗子弹打在我的肺部，但那时的医疗条件不行，就落下了病根。不过老头子也知足了，最起码今天我还活着。齐爷爷，您这病我可以治，您等我一会，我去招待所拿点东西。曾阿牛说完就急匆匆的出去了。过了差不多40分钟，曾阿牛提着4瓶药酒，拿着金针回来了。齐爷爷，我回来了，您老这会躺下把上面的衣服脱了，我给您针灸一下。齐老爷子一言躺好，脱去上衣，曾阿牛取出金针，手法熟练而精准地扎入穴位，随着一根根金针落下，齐老爷子只感觉一股温热之气在体内游走，原本因为旧伤而时常酸痛的部位竟渐渐舒缓开来。齐爷爷，这针灸之法能够疏通您体内堵塞之处，再配合着特制的药酒涂抹按摩，定能减轻您冬日的痛苦。没想到曾阿牛这小子小年纪居然有如此神奇的医术。扎完针后，曾阿牛又小心地拔针，接着将药酒涂抹在齐老爷子的腿部和胸部受伤处，并轻轻按摩起来。经过一番调理，齐老爷子试着活动了一下身体，发现轻松许多。小子，你真是厉害呀！这多年的老毛病感觉一下子轻了好多。嘿嘿。齐爷爷，明后天我再给你针灸2次就差不多了。这药酒您每天记得喝1两，喝完这4瓶药酒，保管让您健健康康的。齐奶奶听到曾阿牛说自己老头子的就急能治好了，也很高兴，拉着曾阿牛的手一直夸赞着曾阿牛。齐家的其他人也很高兴，纷纷对曾阿牛表达了感激之情。第二天一早，曾阿牛收拾完后就去张书记那里把钱拿了，然后回到了郊县的院子里，一直待到下午才再次来到了县政府。
张叔，我采购的粮食到了，还在上次的那个院子里，可能得调2辆卡车才能拉回来。什么2辆卡车？你小子这次到底弄了多少吨粮食啊？张叔，真不多，一共是35000斤，也就是17吨半。我的乖乖啊，17吨还不多，我们宾县政府才偷摸的支援你们5吨粮食，你小子第一次弄了8吨粮食，这次弄了17吨半，加起来可就25吨半了。再加上我们县政府的5吨，这可是30吨半的粮食啊！你回去不得把老周高兴死啊！老周也是运气好啊，手下有你这员福将啊！